喂喂喂喂喂喂，你好，红旗，打开抖音。你好，红旗，先送孩子上学，再去公司上班，顺便路上买杯咖啡。没问题，马上安排。天气好热啊！已为您将空调调至18度，并关闭车窗。打开这个。你好，红旗。你好，红旗。你好，红旗。后排你说，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海水呈现蓝色的核心原因是，当我播放青蛇和白蛇的动画片，我们一起看电影吧。给我讲一个美丽公主的故事。在一个无比繁华的王国里，诞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周末自驾游，帮我安排行程。你好，红旗，打开抖音。打开小气模式。
欢迎大家准时守在屏幕前，来到一汽红旗 HS6 PHEV 的上市发布直播间。我是来自于长春广播电视台 FM 96.8兆赫长春交通之声的节目主持人六友。在爆炸的时代，看见一款车的外观、内饰是否漂亮很容易，但是真正能看懂这款车的内涵，每一重的精雕细琢，并获得用户们的认可，则需要满满的坦诚相待。所以，一汽红旗将此次上市的活动主题定为“诚挚相见，共建新一代”。本场直播也将会分为2条线，一条线将会由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去见证红旗 HS6 PHEV 从设计到生产下线的全过程。另外，我会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红旗 HS6 PHEV 用车。欣欣，他们正在为甜蜜的小家挑选车辆，有请欣欣、志阳，有请。Hello， 六六 Hello， 真的很漂亮，很恩爱的一对哈。来吧，有请欣欣和志阳跟大家来问好。好的，大家好，我是月欣。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非常激动啊，然后也是带着一个家庭任务来的。有一个我们自己的2人的就是小愿望和家庭清单。所以志阳这边确实在家庭分工方面，你这边是怎么样和欣欣来完成的呢？我呢和广大我们男性同胞是一样的，其实我们在选车的时候最看重的一点就是车的一个安全性，智能系统以及它的一个空间的大小。对，但是像我老婆欣欣，她女生肯定会更在乎车的一个颜值外观上。是的，所以你看，男士和女士在选车方面是不太一样的，真的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我们女生就比较喜欢颜值，男生会更注重那种功能啊、品质、安全性。所以我看啊，每个家庭的分工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啊。那杰克，就让我们来开启今晚的下一轮见证。让我们第一视角从设计源头到线下交付的全过程一起来体验一下啊！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将会从东方美学，再到速度激情，再到机械林立的生产工厂，步步揭秘红旗 HS6 PHEV。那此刻我们也要请出已经在红旗造型设计中心等着我们的2位硬核见证官，有请凤凰卫视主持人王莹、汽车达人六六哥，把现场交给你们。Hello。你好，六六，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主持人王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六六哥。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的家乡长春，这里是红旗品牌的发源地，也是设计大本营。今天也特别有幸可以和我们的60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六六哥一同来开启一段神奇的探场之旅。今天呢，我们也会一同来见证红旗品牌的一个突破性的时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重要事件呢？我们先卖个关子，我要先问一下六六哥了。作为这个10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您肯定是阅车无数。那对您来说，红旗车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一想到红旗这个品牌呢，其实你想到的不仅仅是一台车，一台具备有高性能、省油、耐用等等这些车的性能，你想到的更多的还是这台车，它同时也代表着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脸面。因为这个呢，其实是我觉得红旗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也是在我内心当中，我觉得红旗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见证红旗在新能源领域的重要突破，那就是红旗基于全新一代鸿鹄混动平台所打造的首款插混中大型 SUV HS6 PHEV 即将上市。那六六哥，做一款新车上市，您觉得作为消费者，我们首先要关注哪些呢？那消费者的话，我觉得首当其冲要关注的，当然就是
安全。对。因为现在车辆更新的速度都很快，对，推出新车的速度也都很快。但是呢，安全我觉得是最重要且完全不能忽视的。车可以新，但一定要非常的安全。没错。其次呢，我觉得老百姓更关心的应该就是能耗了。哦，对，要省钱。对，省钱能跑得更远。对。当然啊，在这样一个时代呢，其实我觉得最近啊，大家买车往往会更关注颜值。对，这是我最关注的第一点。是的。对。有的时候一台车呢，可能看见第一眼的时候，它的这个颜值一打动你，你回家了以后的话，可能那天晚上你就睡不着觉了。当选车的时候，你都不会想第二台。对。所以，是不是可以说一个车的设计是梦开始的地方呢？是的，它的外观设计，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首先来到了红旗梦开始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它的设计中心啦。现在我们首先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在设计中心我们的工程师陈震工程师跟我们一同来讲解。我们有请陈工程师，鼓掌欢迎。年轻帅气。是，您好。不愧是做设计的工程师。是，那陈工程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设计中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我们设计中心的功能呢，就是从设计一开始的研发，到一开始的草图，到效果图，再到油拟模型，整个前期的造型的一个研发，都是在我们设计中心来打造的。这里是手绘的图，好酷！这个做车的时候，我们先会画一些草稿、草图，然后从草图到效果图，再到实际的油拟模型，再到实物。这是手稿哎。刘刘哥感觉特别的好奇。这个，因为这些的话，其实如果设计师署上名的话，这个是有收藏意义价值的，是吧？是的，对。因为我们在设计 HS6 PHEV 的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车红旗的魂不丢的同时，还要满足这种家庭用车的一个需求。对。然后红旗的设计呢，其实它是需要细品的，它不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那种霸气，它更多是那种内敛的、有内涵的那种尊贵大气那种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点，然后怎么样把这种自信昂扬的这种感觉放到 HS6 这个设计当中。手稿之后的下一步将会是什么？手稿之后的下步就会到我们这个设计草图到设计效果图的一个阶段。可以看到整车的效果图。对，这是我们之前做了很多的一个效果图，然后我们在一堆效果图中会选定一个设计的最终量产方案。我们不仅要做好看的车，对，同时还要符合安全，以及油耗更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经历了23轮的这个数据的一个打合，以及5次的这个油拟模型的一个调整，最后才把咱们这个实车看到我们已经尊贵大气、端正典雅的前脸给营造出来。因为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呢，也是经常跟空气动力学还有安全打合嘛，他们总是想把车头做得更低，因为更低的话，风接触的面积会更小。这个其实我想想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是工程造型反复打磨、反复推敲的一个。那我就其实很好奇一个点，就是在整个我们这款新车的设计过程中，您觉得最难的一个设计，最花心思的一个设计是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最花心思的设计就是我们为了不让它显得那么臃肿，我们特意是把水切往里稍微去了一些，然后把这种腰线的把这个腰线的饱满感体现出来。而且我们采用这种双腰线的设计，其实在庄重同时呢，也有一些灵动的这种感觉。这个时候我得给你卖弄一下因为车呢，其实停在这里看是一个感觉，动起来看又是一个感觉。对对对。离10米开外看是一个感觉。我们像离得这么近看，它又是一个感觉。这个呢，其实之间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之间的演绎啊，靠的就是车身上这几个线条了。其实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车第一眼呢，就会被它的这个外观所吸引。但是像刚刚这个陈工说的，这个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又希望里面的空间也很宽敞，也很舒服。这个是不是就是内饰的一个设计的体现了？是的，要不咱们去看看内饰，让内饰设计师给你讲解一下内饰的这种感觉。我们跟着陈工一起继续探场。我还从来没有看过内饰设计工作室。陈工，现在我们是来到什么地方？其实这里就是我刚才介绍的，这里是做油拟模型的一个
台子。内饰是在这边。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 HS6 PHEV 的内饰的一个有拟模型。孔老师给你带来了2位客人。哎，你们好，你们好，孔工欢迎欢迎。你好，你好，你好，孔工，你好。那这2个客人我就交给你了。好的，好的，谢谢陈工。好的，孔工你好，那到了内饰这个环节啊，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心里面憋着呢。哎，我比较好奇，作为女性，你对一台车的内饰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我呀，说实话，我对内饰的要求特别的高。我有的时候会把我的这个私家车真的当成我的家一样。我希望坐在里面有那种家的温馨的感觉，让我很放松。又希望呢，它可以很简洁明亮，像我自己的小家一样啊，特别的干净整洁。但是呢，我有的时候又希望它有点时尚感，让我呢感觉自己的独处的时间呢很酷。然后呢，也希望它永远是一个温馨的小港湾，像我自己的小家一样。说白了就是既要又要还要。像我这么这个要求高的客户，不知道我们的孔工能不能满足我 ？HS6 让你不做选择，钱都给你。那我们看看内饰这块，我们是怎么去做既要又要还要的吧？那我们是在前期的这种2维探索的这种阶段，我们其实就是结合了用户的这些需求，尤其是家庭的用户，发现我会迭代了非常多的一个方案，而且这个只是前期的一个2维探索的过程。那么我们在这个3维上，实物模型上，我们又进一步的去探索，来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3维模型吧。哇，这个就是车里的内饰，对，就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个就是我们通过油泥，然后把我们整个内饰的这个空间感、人机的舒适度，包括我们想要的这种形面，全部都呈现出来了。那这个是泥巴做的，你摸一下，这个是泥巴呀。它是汽车专用的然后它非常容易塑形。我给大家举个小例子吧，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这个中置扬声器。然后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中置扬声器是这样的一个形态，湖心明月扬声器，特别像一轮明月从湖面上冉冉升起啊。那我们这个油泥模型，它的作用就是辅助我们的这个2维转化成这种3维的一个推敲过程，有平面的，有立体的。哎，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看，用泥模的话，我们非常容易去改变、去推敲。比如说这个地方，现在我就是加了一点泥巴。因为我想让它这个饱满度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您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可以。然后这个我们可以拿一块小泥巴。哎，这个泥还是有点敷上去，对，热的。我们是从这个烤炉里面拿出来的。可以就是刮到你想要的一个弧度上。哎，这个我们座椅也是一款具有。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连珠纹的一个设计，然后我们会发现敦煌壁画当中这个连珠纹它的寓意非常好它寓意着吉祥圆满、生生不息。那么我们也把它做成了这种设计的演化，用这种刺绣的工艺放在了这个上面。具体的这个造型，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一个尝试。那比如说这个油泥模型是最初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实物模型，它会不一样，然后也可以体验一下。那我们来到这边吧。其实我觉得只有我们民族品牌才能对我们中国的文化有这么深刻的解读。看看它这个。对这个实物模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上面我们用了一些参数化的这种工艺，做了一些打孔，然后能够感觉到它像一个淡淡的水纹一样这种视觉上会给人一种舒缓感左右座椅是一样的吗？左右是一样。左右是一样。我们一起试试。我也要做一下这个叫什么体验员、体验官。这样的话就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门板和人的关系了这个座椅太舒服了，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有移动的大沙发，而且是有敦煌元素的哟。我看溜溜哥坐在这儿不想起来了，但是也是不走不行了，因为我们前面还有更精彩的探场在等着我们。大家看，现在我身后的这一台呢，就是全新的红旗 HS6 PHEV 了。接下来的话，我给你展示一个新手司机的福音技术。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不是开车吗？你在这拿着手机，在干嘛？哎，它自己就开出来了。是的，看我们的车自己开出来了。说实话，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太有用了。我今天还特意请了一个红旗的官方的司机。太棒了，走。好，感谢。来。这样。哦，立正往这边。哎呀。刚才呢，咱们看到是正在研发过程当中的这个座椅，而现在呢，你坐的这个是真实的商品。对对对。那你坐上这个座椅，你感觉怎么样？说实话，我感觉它的舒适度更好，是吧？特别的舒服，而且包裹性也很好。没错。我觉得长春的冬天真的太冷了，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能有一个热乎乎的奶茶，就完美了。我们天津有句老话，怎么讲？想吃冰下包子。哎。这是怎么说？你今天算是赶上这一波了。嚯，这是啥？哎呦，这打开了一个，这个是暖的。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小暖箱。哎，我们看这里面还真的有奶茶，哇，还是热乎乎的。哎，怎么样？超级棒！没有想到我的梦想全都能实现。今天来，那咱们就干个奶茶，干杯奶茶是吧？哎，真的是热乎乎的奶茶，还冒热气儿呢。看我们就喝一口奶茶，然后坐着这个特别舒适和温馨的车。接下来我要给你一个惊喜，因为你给我了一个奶茶的惊喜，我也给你一个惊喜。什么惊喜？你绝对会喜欢我们下个地方要去的地方哦，因为我要带着你去玩赛车游戏啦。哦，下面呢，我们先把直播间交给六六。好的，感谢王岩和溜溜哥带我们深度感受了红旗 HS6 PHEV 的设计匠心。原来这款高颜值大5座的 SUV 是这样精雕细琢而来的。那我们看欣欣智扬，哎，你们俩在干嘛呀？快来！欣欣智扬在这款车里面已经坐了有一会儿了，怎么还拿杯奶茶下来的？刚才我也是挺惊喜的。刚才其实我看那个王岩和溜溜哥也喝了杯奶茶，你们俩也享受一下。哎，我们两个也有奶茶。我刚刚看那个直播连线啊，老师们这个讲的非常的用心。然后我们呢也是跟着他这个讲解啊，然后我们都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车，刚刚坐的也是非常舒服。里面这个车啊，不仅有大沙发、大彩电，还有冷暖箱。我一打开，哇塞，我们也有奶茶，而且这奶茶特别热，是有你看。真的耶，有将近50度，非常温暖，这也太贴心了。没有想到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惊喜给我们。所以你们俩刚才是坐车里去享受去了。是，对，真的是很舒服啊。那志扬这个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2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后排那个精雕细琢了8个月的大沙发，坐着包裹性真的很舒服，像家里的感觉。对，还有前排那个连珠纹的那个设计，充满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在里面非常的丰富，还有那个扬声器的造型叫叫湖中明月，湖心明月，湖心明月。这个寓意很好，这个寓意很好，值日高升的这个寓意，这设计真的非常用心。是，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在红旗的 HS6 PHEV 这款车里有很多中式美学的设计，是，就很有意境啊。我其实也特别喜欢中式设计的部分啊。那其实刚刚我们的内饰设计师呢，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连珠纹啊，就是在这部车的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位上可以找得到。连珠纹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哎，欣欣，你知道吗？这样啊，它是敦煌壁画里的超级明星，哇，就是一串圆溜溜的小珠子，然后紧紧的排成一排或者是一条线，在这个敦煌的壁画里出镜率是超级高的。而且据说当年连珠纹是丝绸之路的国际流行款，咱们的中国古人的工匠呢，又把它会用在佛像光环、衣物的边饰上，瞬间提升了高级感。历经1000年啊，其实现在看也依旧不过时，很经典。那聊了那么多，接下来我们也要看一看王莹和溜溜哥溜达到哪儿了呢？我刚才听他们说要去赛车是吗？对，早知道我跟着他们去了。没有，在我们这也很好
好有六六，你俩有奶茶，主要是对，我们俩也喝到奶茶了。其实呢，咱们红旗啊还真有开赛车的地方。那刚刚呢，我们看到红旗的这个直播画面里啊，他们已经到达了中国一汽科技创新基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画面交给前方，咱们继续跟着王莹、溜溜哥去体验红旗的动态驾驶模拟器实验室。有请。Hello。乐乐哥，刚才我们是去看了这个车的设计，其实呢，从一个车到从设计到制造中间还是有一个环节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哇！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要带你去玩赛车游戏的地方。这里呢是红汽车的动态驾驶模拟实验室。我看这个溜溜哥眼睛在放光啊！是，因为这套设备的话，我真的非常的震惊，能在这个地方看到这套设备。它不仅可以做到，就是说让车辆在造出来之前就可以模拟各种各样的这种路况进行试验，同时这套设备还能干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让世界最顶尖的这种职业赛车手 F1 的赛车手吗？没错。哇塞，太厉害了！可以让 F1 赛车手进行这种驾驶模拟的这种训练。所以这套设备简直哇太神奇了！我竟然在这儿看到这套设备。我看到了，溜溜哥已经激动的不行。那下面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工程师李世杰工程师，给我们详细讲解一下这里到底在发生着什么。我们走。李工，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溜溜哥好啊！来到了你的地盘实验室，好，是你我们站在这后面呢，就是我们的黑科技动态驾驶模拟器。那其实李工在我们这么高端的这个设备的加持之下，是不是使我们整个汽车的这个检验可以更加的全面、更快？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整个的模拟器，它有海量的这种场景，甚至我们还能使用国外的一些赛车场的工况，我们就是提前在虚拟现实的世界里为客户把这个车辆来测试好，使它达到更安全的一个性能。因为本身呢，其实做一台车去在户外的场景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收集数据，这个事情呢本身它是成本非常高的。对，因为一台车你去改变它一个微小的设计，你就需要去跨越很多不同的景别去测试这个设计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样的话呢，其实是非常耗费财力、物力以及时间成本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呢，可能说你只需要动鼠标。输入一些代码，你就可以改变这台车很多的设计。我听出了溜溜哥的弦外之音，他呀就是想进去亲自的感受一下，可以吗，李工？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帮你圆梦了，走。我的今天真是没白来。哇！这第一次感受到这个强大的气场。对，在这里就可以近距离体验我们的驾驶模拟器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模拟器，是。感觉你已经是跃跃欲试了。是，因为说实话，这种机会太少了，基本上不可能，因为这造价非常的高昂。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设备，你想想，你还需要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来去承载它。对。这个车企竟然是可以采购到这么高端、这么顶级的设备，来服务于我们新车的这种设计与制造。我的天！这个副驾驶自动转过来了，那我要进去体验喽。李工你好，原来这个车会自动的转过来。是的。哇。对，请把安全带系好。哇，这个感觉已经行驶在这个马路上的那个感觉了。你看，我们加油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跟真实的车辆一样的这个一个俯仰的动作。对，哎，
而且这个声音也是感觉是那个风的声音越来越大，就是感觉那个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整体的那个感觉是的，就越来越快了。是的，我们有整个声音的模拟系统，模拟着我们驾驶的过程中所听到的发动机的声音呐、风噪啊，这些都跟真实环境是一模一样的。哇，这个太真实了，这个感觉。你看现在我们的场景就在变化，对，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下雨的一个场景啊。假如前面有紧急状况，我们需要做一个紧急的变线。哇，好真实这个。这样就可以模拟我们在雨天我们车辆是否安全。对。哇，太厉害了！看现在模拟的，好真实。现在马上切换的是一个雪的场景啊。那在这个场景下呢，我们也可以模拟说它的一个安全性能，看看它会不会打滑。对对对，是不是打滑？对，我们就是提前为用户。这个雪越来越大了，哇，这个好迷真。提前为用户想好了，就是我们这种危险的工况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那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模拟的驾驶舱里面感受的这些数据，是不是刚刚我们看到楼上的那些操控台上面就全部都同步可以看到了？是的，我们所有的数据啊都会传到上面的工作台上。哇，怎么样感觉？太酷了！而且我感觉已经跟这个时空脱离了，刘哥，真的吗？特别酷，特别酷，因为它整个的那个感觉很真实，就感觉它车在变道的时候，在雨雪天气的时候，真的就是有风从你的耳边吹过，但是呢，车又不会感觉一点都不晕。我感觉已经跟它走过了108000里的感觉。天哪，这简直太棒了！快去快去！好，我迫不及待的想看看你的体验。来吧，咱们今天这个。来一把这个高端游乐场的这个游乐设施，来体验一下造价接近半个亿的这种，哇，全世界最尖端的汽车实验设备。你好，刘哥。你好，你好，你好。我们还是要把座椅调整好，然后把安全带系好。也得系安全带。对对对，它跟真车的时候是一样的。哇，现在是下雨的一个场景。这是下雨。对对对，我们可以。在下雨的场景模拟一下。那地面，紧急的变线。下紧急变线的情况。哇，看一下车辆的稳定性。哇，这儿呢是大雪。哇，大雪，你看有点滑了哎。哇，这车辆的稳定性完全可以在这种模拟的状态里面就得到测试。我的天！太神奇了，我天！太神奇了！哇，我都有点感动了，真的。哇！是不是跟我们飞坡是感觉是一样的？你们看我这个，我要是放松的话，你看这个力度有多大？这是下沉，对下沉。这是下沉。对，模拟的路面线。哇 OK。我真的只能说语气词了，真的。我的天！哇，看停车的这种感觉，我的天呀，这太神奇了，这也。它的舒适性路面模拟的感觉，我们觉得还是比较真实的。是，而且你看，其实现在我们在大范围的移动，我们接下来要下车了。从这儿下车，但是一点晕眩的感觉都没有，我的天！感谢。不客气。欢迎再来成都。感谢。哇，怎么样，六哥？太神奇了，是吧？我在外面已经听见你的发疯一般的。我天，真是！什么叫科技改变生活？这就是前置的用科技来去优化我们的乘坐体验。就是这么前沿的科技应用到汽车的设计以及制造的领域，真的是可以更高效率的让我们开上又舒服，然后操控又好的车。对，我天，你们看，我们的这个工程师要下车了。他来了一个平移侧方位。好，所以其实
有了这种体验完了之后，是不是对我们的真车就更期待了？没错，没错，是这样。那我们待会儿就要去到我们下一个工厂了。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直播间的六六和欣欣，我们待会儿见喽。好的，谢谢王莹和溜溜哥。刚刚看他们体验真的太燃了，特别燃，搞得其实咱们仨应该也可以过去试一试哈。我们都想去啊。对，前几天啊，我也是刚这个2刷了 F1的那个狂飙飞车的电影啊，咱们红旗的动态模拟驾驶实验室，这个可是首次对外公开直播展示哦，而且据说咱们红旗是国内唯2拥有动态驾驶模拟器实验室的厂商之一，完全没想到红旗这次这么大方，让我们太大方了，对，让我们着实是感受了一次把电影照进了现实。刚刚其实我看志阳在看到这一部分也很激动，是吧？哦，我看他们进实验室，我眼都直了，我真后悔我没去啊。那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红旗竟然能把 F1 赛车的模拟器用来测试家用车的性能，是这个真的太硬核了。对的，哎，其实咱们的驾驶模拟器啊，它的仿真不只是在视觉体感逼真，更能够模拟车辆在各类场景之下真实行驶的反馈，从而呢给到精准的数据支撑。而且我听咱们的工程师说，红旗 HS6 PHEV 在产品的验证过程当中，除了常规的路试之外，还会借助模拟器进行多种极限场景及路况的反复测试验证，才能够保证红旗 HS6 PHEV 的产品安全万无一失。我是确实有点听不懂技术参数啊，但是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些点。刚刚呢，我也看凤凰主持人王颖啊去体验，我就知道了。虽然他们开玩笑说什么玩赛车游戏，但是呢，实际上是很专业的一个测试设备，就是能够变化那些场景啊。然后我是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视觉的一个感受。然后呢，我们两个呢就刚刚也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的话，哇，那个体验感一定是很好的。其实刚刚我们在看这个现场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啊，说真的很绝啊，非常震撼。对，其实志阳也有想这个跟欣欣说的是吧？我觉得你真的很有进步。我怎么有进步了？就是觉得你很懂。对，为什么说我们男生看到这个模拟器都会很激动呢？因为 F1 赛车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对，所以车手要用的模拟器就必须是最顶级的，对，所以是最硬核、最高级。那欣欣这边看完了之后，最直观的想法是？我是觉得，就是红旗啊，咱们对这台车就是整个从专业的设备上啊，我是觉得要求是非常的高的。是的，他刚刚看视频啊，从测试的环节都非常的较真儿，然后从安全啊、操控啊，然后包括我们车主日常用的这些，他都是能关心到这些。我是觉得，说实话，能感受到非常大的真诚。对，然后品质上呢，我也是完全放心了，彻底放心了，放心了。对，因为刚刚看到的都是现场实时直播的画面啊，所以各位朋友看的可能会更加的直观了。是的，而且刚刚欣欣说的这话呢，肯定也说到大家心坎儿里了。我们刚刚看到王爷和溜溜哥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工厂的下一站，就是红旗的繁荣工厂。那接下来咱们就跟着他们钻进生产线，看看这台经过了 F1 级测试的红旗 HS6 PHEV 到底是怎样造出来的。你好，六六，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这个焊装车间哈。其实我一进到这个焊装车间，第一眼就看到了非常整齐的这些机械臂。怎么样，六六哥，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哇，我觉得这个地方对于爱车人来说实在是太浪漫了。毕竟这个地方是真正赋予一台汽车生命的第一步。我特别喜欢他说的这个特别浪漫。那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浪漫的车间，让我们的陈思杰工程师带我们一起来讲解。你好，陈工。大家好。现在我们所在的呢是我们一汽红旗的繁荣工厂。我们繁荣工厂呢是一座高端化、自动化、现代化的一座新的整车制造基地。繁荣工厂呢曾经获得过2024年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和汽车制造超级工厂等一系列的荣誉。然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焊装车间呢，它是一座目前行业内焊接自动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焊装车间。它全车间呢一共有753台焊接机器人，实现焊接自动化率100%。另外呢，我们通过现在我们的一些焊接的控制器，实现了
焊接参数的全时监控和自适应调整，能够做到焊接参数100%合格。另外呢，我们现在能做到整车0.1毫米级的焊接误差，就是从这个尺寸精度上来讲呢，我们能大幅提高整车的精良性，使整车的外观更加整齐美观。下面呢，我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款车型里，无论是从产品还是工艺上所做的一些努力，为大家带来一些质量和感知上的提升。好，我们一起来。这就是我们即将下线的白车身，我现在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白车身在安全方面我们做了哪些的提升和努力。HS6 PHEV 这款车呢，是运用了一个叫 9H4M 的整个笼式的车身结构，相比于我们以往呢是 9H， 我们这个整体的车身强度呢大概提升了20%左右。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门呐，前后门内部呢都采用的那个双横梁的这个结构，以往我们就是一根加强梁，采用这个1800兆帕以上的这个高强钢进行加固。然后我们现在用了2根梁以后呢，会大幅提升这个车在侧面碰撞的时候的安全性。包括前后门都是类似的结构。通俗讲讲更结实了。对，是这样，是这样。我们这款车呢是双门环结构，整体这一个前后门的门洞是一体化热成型，把后面的这个也一体化成型以后呢，会提升。尤其是后排座椅在侧碰的时候，这个人员的安全性。如果车身的刚性非常好的话呢，这个车啊，它会非常的听话。你所有的这个操控的这个指令啊，它不会说由于说车身比较软，就把这个劲儿给你卸掉。所以说车身刚性一强呢，车的操控其实也有了一个基础的保障。六六哥，刚刚我们听到了成功这么详细的介绍，给我的感觉来说呢，对于消费者来讲，这款车不仅结实抗造，而且还省油。没错，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喜欢的。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汉装车间，刚刚六六哥是用了浪漫这个词来形容，但是我感觉这里特别像一个机械的一个森林，像搭积木一样。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一块儿去总装车间去看一看。咱们走吧。终于他们没人。这个中间太冷了，来这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体验赋予它智慧和灵动的组合驾驶辅助。六六哥，这个要怎么体验呢？该说不说，咱们这个测试它这个组合辅助驾驶的这个路段实在是有点硬核。好多那个大车。是，你看面前这车水马龙，正好赶上大家下班回家着急吃饭的点儿。车道巡航辅助已激活。好。当这个功能激活了以后呢，你看现在这台车的话，就是完全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行驶了。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呢，现在更多的呢是一个安全员的角色。明白了。他已经不是司机了。明白了。对，所以说他只需要坐在那儿，手稍微搭在方向盘上就可以了。组合辅助驾驶呢，像这种功能，其实最重要的要点，你猜是什么？要智能。智能。要特聪明。聪明。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安全。安全。没错，安全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好的这种组合辅助驾驶，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一定要特别像老司机。明白了。你看，他现在都是自己在选择路线，而且自己在变道，自己看红绿灯。你看这一脚刹车，你感受一下这脚刹车，它到最后的时候，你没发现它松开了一点？对，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真的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感觉。我作为老司机，我是非常在乎我车上的所有的乘客的感受的。我开车的时候呢，其实也会使用这种技巧，就是快刹停的时候，一定要把刹车松开一点，不要让最后有一个点头的一个动作或者晃动一下。所以说刚才的这个刹车呢，其实我认为是比较高阶的老司机才能做到。对，特别的平稳。说实话，其实我是一个如果坐车的话，坐在后排是容易有点爱晕车的人，是吧？对，但是刚刚这个整个体验，我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我看这意思是不是要左拐了呀？对的，我们下一个红绿灯路口就要左拐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比较著名的考题，
哦，就是我们的组合辅助驾驶能不能够应对在大型的十字路口左拐的时候处理好和对向直行车辆的关系。有的时候你要快一点，赶快通过；有的时候的话，你就要等这个直行司机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这个直行过后，你才能通过。所以这个路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合辅助驾驶，它是怎么样表现的？看看我们的红旗表现的怎么样？看好，刚才呢，它意识到这个左边的最左侧车道稍微有点堵，然后它变到了第二车道，然后这个车道呢是直行加左转车道，然后它选择了一个更加通畅的一个车道。哎，现在啊，绿灯了，走着啊，一瞬间它也反应过来，绿灯来了。这个时候你看它的提速呢，其实还是挺快的，要说，这时候它意识到对向有车，但是它也没有减速，它把握好了这个距离，高效、完美且安全的通过了，是丝滑吧？对，非常的完美，确实很丝滑。这个实话实说，确实很丝滑。咱们接下来的场景就是一个大曲率的这个弯道行驶。说白了就是地上没有什么参照的，让它拐大弯。对的，它相当是一个小型高架的一个这个匝道。匝道。你像这种匝道，这种两边离着都挺近的，然后有墙的，这个其实在一开始你接触这种辅助驾驶的时候，一般人都不太敢让辅助驾驶来这个。对，因为这到拐弯了。这个是个大弯，前面。对，是个大弯，很急的一个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辅助驾驶，它的这个处理方法，轻微的一个减速，然后这边，你看，我们都没有参与，哇，这非常丝滑，这个没有介入。哇，这个大弯拐的真的是非常丝滑。这个弯看起来还是让人心里有点害怕。是有一点点，所以刚才有一点紧张，对吧？这个弯确实很大，而且呢是一个高架嘛，它本身也很高。即将经过环岛，请从第二。好，接下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一种路况了。环岛。环岛。这也是一个特别难开的一个路况，对于我来讲是有点难度的。是吧？怎么选择车道，并且呢，开放的这种无保护的这种变道空间里面。大家都会瞎变道，我们进入环岛了。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岛而且这个环岛的话，你看一下路口很多，对，路口非常的多。驶出环岛。好，我们要在这儿驶出环岛了。我有一个比较直观上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台车无论是它在加速的时候，还是它在减速的时候，都非常的柔和。对。感觉不到那种特别顿挫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平稳，感觉你就加速了。你只有这样才会不晕车。对，不然的话，坐着乘坐的体验是会不好的，会打折扣的。所以它在整个的安全度跟舒适度上，我觉得都是可以打得非常高的分了。刚才这个环岛我们也非常非常轻松的通过了，对，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挑战哈。这是哪儿啊？这就是组装车间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可以看到乘车了。谢谢。溜溜哥，这里就是你说的总装车间了。没错。等一下，有一个重量级嘉宾等着咱们。还有重量级嘉宾？他来带咱们参观整个总装车间。太好了，我们看看是谁。你好，欢迎啊！你好，六六哥，好，我是王立军。您就是我们的重量级嘉宾。欢迎你们，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繁荣工厂啊！这是我们 HS6 PH1 生产所在地，就是总装车间。今天二位在的是我们的叫生产控制中心。就是原来一般情况下的理解呢，就是生产线下完线，这个车在生产线下线以后呢，就算生产结束了。但我们的红旗不一样，
就是整车下线以后，我们还会给它同步产生一个双胞胎的兄弟，叫数字孪生车。什么叫做双胞胎呀？这个乐哥听说过吗？这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还能俩生吗？对呀。难道说是这个车生产出来了以后，这个还有一份数据留在我们工厂里？对了，就是我们把我们整个4大车间，尤其是总装这边的27000多个设备，然后52万条信息要同步上传到云端，把这台车全部的参数化的各生产过程要记录下来，为了确保用户能够用车安全，所有的信息可以追溯。说实话，刚才这2位男士啊，说起来数据眼睛放光，但是对于我来讲，感觉有点抽象。所以呢，我说就是我在预售发布会的时候提到了，选择红旗就是选择出行安全。这样的话，让我们带你去看看我们具体的这个生产的操作现场。好，太好了，我们一起去看看。52万条。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买了咱们这个今天的这台车，以后出现了哪一个小问题，我这个数据都能溯源到这个可以啊，从哪儿？你看我这个灯啊，灯的制造过程，它也是有关键的过程记录的，所有的参数也是被记录下来。你们能看到啊，从滑板线上传过来的呢，就是我们红旗 HS6 PHEV 的上部车身，然后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底盘的与上部车身的合装线。一个车身是否紧凑，一致感是不是强，关键就在这里。然后我们还有严格的3重防护的一个工序，然后确保用户的这种使用一致性和安全性。下面呢，让我们的鲁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的特点。好，太好了。好的，李军总好，主持人您好。我们刚才如丽君所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第1重防线。我们通过这种高精度的托盘以及4伏电机，去保证我们盒装的精度能控制在正负0.2毫米这个范围内。0.2毫米。对，0.2毫米，这个在业内也是一个非常高精度的一个水平。所有的这些数据的档案，我们都会永久保存，而且这些数据我们也会实时的传递到我们后边的智慧返修工位。用于整个这个生产线的一个质量联控和这个质量的一个精准保证。明白。那我能理解为，就是每一颗螺丝我们上多大劲儿，这其实都有数据记录。对，而且还不止这样，我们要往下一个工序上看，第2重防护。对，还有第2重防护，对，我们去看一看。好。这条线就是为了保证我们车身和底盘的这种绝对精密的安装。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要保证车身和底盘，甚至包括整车的这种紧凑性和一致性。大家在开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分体感。明白了，所以它开起来也会更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第2重防护。好，请鲁工再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的，李军总，六哥，这个工位所有的数据呢，也都是从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中配工位的数据实时采集过来的，然后投影到我们这个屏幕上，然后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过到这个工位的每一台车，它的数据都能够实时的显示着出来，所有的拧紧点的合格与不合格，我们这个操作人员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那相当于是在那个地方有那种庞大的这个底盘和这个车身的这种盒装，然后在这个地方来负责检查这些细节。对，您理解的非常到位，就是为了要做到确保万无一失。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万无一失的一个第3重防护。还有呢。对。我带你去看一看。太好了。好。这个除了机械以外，我们第3层设置的是人工检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车身螺栓拧紧完以后的30分钟之内要检查力矩衰减。你别看是金属和金属之间的这个交接啊，它们之间其实也需要点时间来卸这个力量。对，它拧紧完了以后，在30分钟之内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一个点，就是衰退完了以后，是不是能够保证达成我们的这个设计标准？好，看过了刚才底盘和车身的这个上部盒装啊，还有我们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力矩拧紧的检测。然后呢，我们来到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在拧完以后30分钟，然后呢，为了确保关键连接的这种力矩的衰减能够在我们的标准范围内，我们还有一道人工的检测，就是这道工序。也就是说，看那边我们的这个工人正在用这个人工的这种扭矩扳手
然后来去把每一颗螺丝再摸一遍。这个时候多一道工序，这个就可以让我们车整体的这种紧致感能够再多延续好多年。你要说10几年前那会儿啊，还真是买个国产车，好多人都担心说这东西开啊5年10年以后啊，它不如那个进口车或者合资车开的整散。但是其实这么多年过来，我们其实从这个工序上面、工艺上面不断的进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找到了能够让车开很久很久的这种技术诀窍了，是吧？我可以理解成开了几年之后，我这个车还是跟新车一样。是的，有人说红旗品牌代表的就是更高标准和更高品质。确实，经过了立军总和我们工程师的讲述，我的体验就是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因为像我们这种用户，其实就是家庭出行比较多，每次我出行都会带着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出行，那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安全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见证了红旗这么用心，用3重防护来保护我们的安全，我可以说非常的放心和安心了。对对对，希望大家也能够放心的购买啊。然后接下来我带你去静检线再看一看。好，走吧。这个溜哥比较关心的一点呢，可能是底盘和动力系统的这个方面的这些技术。他关心的都特别硬核，我关心的都是乘坐的舒适啊，这种感觉。这次 HS6 PHEV 我们要重新开发了一个叫鸿鹄混动平台，就是它的发动机、电池和电驱都是我们自研和自制的，就是在这个繁荣工厂对面的我们的齐心动力这样的一个工厂里边。这3个关键总成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当然也包括研发过程中啊，我们都用了数字孪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就是对研发与制造，就是他们在每一个零件生产或者在总成的装备过程中，所有的参数都在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的云，就是这个云平台里边，然后进行与我们的标准进行对比。哦，那我能理解为就是我们的这个3大件里面的每一个零件，他们都带个身份证。对。哦，哎，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对，带着一个身份证，那就是随时都可追溯了。等静检线我们看完了以后，到我们的我也给你看一看，我们整车里边也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方案来操作。走吧，我们去静检线。接下来走到的就是我们的静检线了。现在一共是34个岗位，然后16个大的检查模块，454项细小的检查标准，就是为了保证对用户和消费者完全负责。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来给你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老师，我们这边请。看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灯光设备的一个检查，然后确保每一台红旗 S6的一个出厂前的一个品质。您可以，哎，我还可以体验一下吗？对。哇，真的太荣幸了。哎，今天我也来当一下我们的这个检测工，是不是？对。然后老师，从整个右侧的一个外观，从 B 柱到下部，然后到后部。整个的一个平面度，我们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每一名检查员都要做到手到眼到，确保每一台车的面品的质量和精细。那也就是说，这一步其实就是用人工来去校准我们之前机器造成的这些数据，最后用眼睛来看。还有经验，然后这个缝隙你可以摸从前往后，就是前边。后边一定不能高于前边，就是这个缝线的。你要从前往后摸的时候，对，就是为了防止在行车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噪音，或者是加大风阻。所以对装配过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然后最小的误差手感不超过0.5，手能摸出来。对，断差不超过0.5，我们的员工。哎呦，这活行。每一个这个缝隙，他们都要审视一遍。啊，我们的这个驾驶检测员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小仪器，这个仪器都能检测哪些？所有的整车的功能都在这里，包括座椅的前后调节、加热。座椅动了。哦，
现在它就是它所有的电子电器功能都在这个环节。都在这个环节。然后老师，现在您看，他现在拿着手持设备对整车的一个灯光进行一个检测。现在在检测灯光了。后备门打开。所有用户使用的功能都要在这儿进行检测完成。起码过了这一关了，但是我看这个走廊还这么长呢，这后面看样子应该是还有好多关啊。对。接下来我带你去看一个更厉害的一个城市。更厉害。还有更厉害的。好，这里就是我们的淋雨检测线。六哥想不想上车体验一下？我可以体验一下我这个。啊，对啊，走吧，走。好嘞，来，我带你去。先感受，加油！啊！哇，这个有点像洗车通道，但是这个绝对不安这条淋雨线呢，一共长是72米。72米。目前是我们已知亚洲最长的一条淋雨。而且我们是2个大气压的标准，相当于每分钟降雨量25毫米。我天，那大暴雨！我们一般情况下理解的大暴雨是每分钟降雨量是0.2毫米。是特大暴雨的125倍。超级大暴雨。咱们从外面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雨啊，它可不是从上往下下。刚才我一看，这个侧边也有喷头，底下也有喷头，这等于说360度的这个特大暴雨。对，我们这几天呀是看了这个车从一张纸上面跃然纸上的这么一张图，经历着我觉得9981难，这都说少了。光刚才那一条线上面就有500多难，到这儿了以后，这就又来水难。对，任何一关不过，我们都不会交给用户。而且现在我们的质量控制体系啊特别严谨，标准特别高。我天哪，真是！体验的怎么样？哎，绝对是热带大暴雨，而且是转圈下。转圈下是怎么个下法？怎么个转圈下呢？就是这雨啊，它可不是从上面来的。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水这个喷头的设计啊，是360度的。包括我们的轮胎在压到水的时候溅起来的这个水花的力度，这个都有考量了。我们这条线大数一共控制了2万多个参数，为了确保质量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交付给用户。当然还有很多想带你们去参观和看一看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得再回到控制中心了。我们从控制中心来的，然后这次呢再回控制中心去，然后让你们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走吧，咱们好。我是第一次来到咱们那个购物工厂，工厂真的好漂亮啊，又大气，真的是。现在又回到了这里，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工艺数据管理中心。大家能看到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刚才在总装线上看到的所有生产过程的这数据，都是可以被记录的。大家看，这是拧紧数据，我们无论是在 VIN 码、车型、拧紧状态、扳手、工艺名称、螺栓序号，它的整个的标准数据市场角度是吧？目标角度、实际的最小扭矩，这些都在被全部记录过程中。
这些。太细致了，我连扳手编号都有。一共2万多个数据都在被都在被记录，而且都能够随时被追溯。这个数据量简直太恐怖了，因为本身我们这台车型是一个大众消费车型，本身的销量就是数以万计的。对。而每台车竟然又有这么几十万条数据需要保存和存储，我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工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工厂上边的总装的参数，应该是我的印象里边应该是530多个，都跟合格证关联了起来。任何一个参数不合格、没达标，是打不出来合格证的。明白，但凡有点小毛病，咱就不让他出厂。对，这张合格证真是千锤百炼。对，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得去发布会的现场了。好，我们要去公布这个车的正式价格。好，太期待了，我们跟你一起去。好。设计阶段的反复打磨，到刚才大家通过镜头看到的生产线上对品质的极致把控，与实体车同步下线的数字孪生车。感谢大家一同见证红旗 HS6 PHEV 的诞生之路。今天我们用3个诚来兑现红旗的承诺。第一是匠心之诚，以毫厘把控筑牢品质根基，品质是用户信任的底线。这些看不见的细节，都是我们给用户的安全承诺书。第二是真心之诚，以用户之心契合每重需求。我们深知，需求是产品的核心，每一处贴心的考量，都是我们给用户的出行安心单。第三是初心之诚，以品牌初心坚守造车信念。我们深知，初心是品牌的底色，坚守红旗之魂，铸就国民好车。这份不变的坚守，都是我们给用户的品质定心丸。经过这一系列严苛的打磨，今天全新红旗 HS6 PHEV 正式上市。全系官方指导价17.88万元至22.88万元，即刻起下定用户立享6重大礼：第一重启航礼，第二重智享礼，第三重静候礼，第四重护航礼，第五重安心礼，第6重流量礼。在预售期转订的用户，除享受预售期专属4重礼之外，还可享受安心礼及流量礼。同时，今日大订用户还可以专享露营礼，并参加抽奖活动。欢迎大家果断下定，感谢大家支持红旗，选择红旗。我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因为确实啊，你真的来到工厂里面，看到这么多的执行标准，包括保留这么多的这些数据，应该心里面也就放心了吧？对，因为呢，从设计打磨到数字追溯，从毫厘之间的品质把控，到以用户之心的需求为引，再到坚守品牌初心的造车信念，这3个诚不仅是红旗对 HS6 PHEV 的严苛要求，更是红旗对于千万用户的郑重承诺。17.88万元到22.88万元的全系指导价和上市权益，更向这份信任双向奔赴。今晚看红旗直播的朋友们有福了，别说呢，参与大比赛能够领取超多的福利。下面我们就把画面交给66。太
太激动了哈！感谢在红旗繁荣工厂现场的丽君总、王莹和溜溜哥。朋友们，诚挚相见的最终篇章已经揭晓，这份不变的承诺正是我们共建之旅最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们，7点半在红旗智联 App 上将正式开放小订转大订的渠道，心动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那我们也要跟欣欣聊一聊哈。是，欣欣其实作为全程参与鉴定，并在开播前就带着家庭需求清单的家庭梦想见证官，当最终价格揭晓的这一刻，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是非常的心安啊，非常。我刚刚我俩说，让我们俩真的心就放下来了。就是溜溜，我跟你说实话啊，在今天晚上之前，我对这个印象就是好看、大气。但是今天看完车以后呢，就是整个车的制造全过程，哇塞！我的心里就对它判断，就是完全不是说价格，而是价值。就是当它价格出现的时候啊，我第一反应就不是说什么便不便宜了，而是真的太值了，太值了。你说刚才这个我一定要透露一个细节，刚刚在这个丽君总公布价格的同时，我们在现场还跟欣欣和志阳我们在聊啊。我说这车你们俩到底觉得怎么样？他俩给我来一句话。太好了，啥都有了。我跟你说，我刚刚已经在我们这个红旗的智联APP 上已经完成了下定了。买了，这么快呀？这就是心动转行动最快的体现了吧？对，咱就是心动，直接下手，直接就是心动，就立马拿下。这个我们女人啊，就不要纠结，立马给它下定就好了。拿下了。对，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呀，红旗是用真心向我们做出了一份承诺啊。那我觉得欣欣，其实你选择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所以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刚刚其实真的不是冲动的下单，就是我们能完成这个下定，就是给我们这个家庭对新的一个旅程吧，完成一份投票。我觉得这话说的太好了啊！因为从心动再到行动的笃定，正是对我们诚挚相见最好的回应。我相信在屏幕前也有很多的家人和欣欣是一样的，已经迫不及待的想零距离感受这份触手可及的诚意了。那现在下定红旗 HS6 PHEV， 除了可以享受丽君总刚刚提到的重重好礼之外，今晚直播时间内下定还有幸运福利，有机会赢得华为平板哦。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福利主理人陈宇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Hello， 陈宇。Hello， 六六。Hello， 欣欣。Hello， 志阳。来，朋友们，跟着我的脚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我们一汽红旗的官方直播间当中，只要您完成红旗 HS6 PHEV 大定的朋友们，给您安排到的就是我手中拿的这样一份华为的 MatePad 这样一个中奖的一个机会。朋友们，总共多少台？300台给到您。但是，朋友们，跟您说好，第1轮120台，第2轮咱们100台，第3轮仅只有80台，机会在一点点的缩小。朋友们，总价值将近100万元的好礼。你想得到吗？想要得到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红旗的这样一个 app 当中来完成大定。已经大定的朋友们 ，OK， 恭喜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奖池当中来了。那么在稍后的这样一个抽奖环节当中，您还有机会获得小雨手中拿的这样一份华为的 MatePad， 来给朋友们展示一下机会、心意、福利。不光让您听到，更让您来一个实打实的。来，朋友们，看到之后想不想拿到手？朋友，想拿到手，朋友们抓紧时间在 app 上进行一个大定。大定的朋友们来，将已经大定4个字打到下方的公屏之上，让小雨来看到，好吧，朋友们？那么，朋友们，咱们稍事等待一下，时间到了之后，小雨还会出现在镜头里面，给大家完成咱们华为 Pad 的这样一个抽奖。那么，下面把时间再次交给六六。小雨这个福利官当的真的很称职啊，自己首先都已经很激动了啊。那其实在这个福利放送之前呢，先让我们的产品解构官葵葵与刚刚成为准车主的欣欣志阳一起吧，来有请葵葵。Hello， 欣欣志阳。那接下来有请葵葵带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款汇聚了无数匠心的红旗 HS6 的 PHEV 实车究竟蕴藏着多少惊喜？交给葵葵。谢谢六六。感谢我的欣欣和志阳，现在的话已经成为我们红旗的准车主了，马上就要提车了，对吗？那么今天的话，在直播间里的话，我想带咱们2位，我们感受一下这款车。
好吗？好啊。那么刚才的时候我已经了解到了哈，咱们的欣欣已经迫不及待了，在下单了，是不是？那么你们2位的话，从我们的梦想鉴赏官，现在成为了梦想见证官。我想问一下欣欣，你对这台车的话，再次以主人的角度去审视它，那么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首先真的是爱不释手了，已经是不是？从气场和细节上都深得我心啊。然后尤其它这个前脸，我第一眼看的时候就太喜欢了，就会感觉有一点咱们中式的一个美学，然后会感觉非常的大气，有那种昂首挺胸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它整个这个车灯的感觉啊，就看起来它虽然很大气，但是又不会显得臃肿。是的。其实这款车的颜色，问一下2位感觉怎么样？这颜色也是非常漂亮。这次的颜色的话呢，是我们的红旗将金葵花的高端系列的国雅同款色，就是这台车的颜色，叫苍烈山海，首次进行了下放。所以说这次我们在 HS6 PHEV 上的话，也是同时可以去选择这款颜色，而且不需要单独加钱的。那除了它之外的话，我们还有星河黑、雪耀白、揽月银以及这一款的低饱和度的墨绿色，这4种颜色都可以去选择。所以说到时候的话，你可以再去纠结一下，到底想选哪一个颜色，好不好？那么刚才其实我听到欣欣也说到一个点哈，就是红旗这款车的话，第一眼我们看上去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大气。是。其实这次红旗 HS6 的一个前车脸的设计语言，依然是选用了咱们红旗延续了它加速式的设计。其实大家都知道，红旗最经典的一个设计的话，一定是它前面这个旗标灯了。是。那么这款旗标灯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叫鸿运当头，旗开得胜。那在此的话，我也送给咱们2位红旗车主以及咱们直播间里所有的小伙伴们啊，鸿运当头，旗开得胜，开上红旗，人生满分。太好了，这个好运我们一定接住了啊，接住，一定要接住啊。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个旗标灯的设计，其实它是来自于北京中轴线的设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我想请2位咱们过来看一下它的前车头，在我们的中网柱上，你可以感受一下，数一数一共是多少根？这边6根。这边呢也是6根，加起来一共是12根啊。它的设计理念是来自于天坛祈年殿里12根金柱的设计，所以说2位下一次咱们再去北京玩的时候，一定要去天坛里数一数是不是12根金柱。12这个数字啊，在古语中的话代表12个时辰，代表12个生肖，所有的数字的话都是以这样圆满的一个体现。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一次的包括我们中网柱的一个设计上的话，也是采用了12根中网柱。那么其实这一次的话，还想给2位再去说一下，它和我们以往的这样的红旗家族式的 SUV 不太一样的一个点。这一次的话，我们整个前脸设计的是一款半封闭式的进气格栅，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上半部分是封闭式的，那么下半部分的话是用来进气。是这样的哎。是的，所以说下半部分的话一共有几层？数一下。3层，是不是？那同样，它也代表着咱们天坛祈年殿前方的3步台阶步步高升。所以说，我们的前脸的设计的话呢，其实在这里的话，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它非常的帅、非常的大气？其实它讲究的就是老祖宗来自这样一个中正之美、对称之美。暗有玄机，对，中和之美。所以再搭配上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旗标灯的设计，整体的一个车头设计的话，能够感受得到，哇，它是非常的端庄、非常的大气、非常的稳重的，是不是？是不是？那么刚才的话，包括我们也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直播间里啊，看到了王莹和溜溜哥啊，也是在跟我们再去讲咱们这台车的一个焊接点。其实这一台车的话，整车有6000多个焊接点。那通过电焊，包括激光焊的这种形式的话呢，能够到达这样一个焊装精度的话，0.1毫米级。哇塞！所以说它整体的一个安全性能和体现出来了。包括随着我们的步伐，我们可以来到这款车的前面，这里有一条金线。在这里看到没有？引擎盖上哈，其实这条金线的话，不仅仅单纯的它只是一个曲线的一个设计，其实在我们打开之后的话，里面会有一个蛛网状的一个设计，也就是说它会更加的增强我们整个前车身、前引擎盖这样一个牢固。那如果发生任何紧急情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体现的话，也能够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明白。太安心了，很有安全感，是不是？很细节。刚刚我们俩还说这边就是这个设计上特别好看。而且刚才的话，在李军总这个直播间的话，也给我们有提到过，我们这个整车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理念，包括它的一个安全性能的话，完全都会有考虑到我们这样一个为人去考虑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所以除了我们有颜值之外的话呢，我们的安全体现的话，也是体现到我们这个整个车上的一个安全性能之上了。那么我们继续一步，两位，我们可以再往车侧来感受一下哈。今天要好好感受一下这款车。其实来到这个车侧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到这款车的话，整个的尺寸的话，能够到达4.925米，近5米的一个车长。那么整个的这么一个这个腰线的一个设计，其实如果你们侧面去看一看，它是有一种提拉的，是在往上提、往上扬。所以说，虽然这款车我们做的是一款 SUV， 但是呢，它的整个的流线型以及它的一个曲线度的话，也是做的非常的帅、非常的好看，笨重，是不是？非常的轻盈啊！是的，这个就是在我们一个腰线上的一个设计哈。包括我们侧面的话，在这里也会有一个红旗非常传统的一个设计哈，叫旗标灯的设计。所以开起来的话，这个灯光也会到时候会点亮起来。所以说，不仅我们前面的旗标，侧面的话，我们依然也是给大家设计到一个旗标的一个设计。那除此之外，这次的话，我们车的轮毂一共有18寸和20寸2种的可以去选择。那整体的搭配上的话，这个的话是20寸的一个轮毂，所以到时候的话可以根据你们的需求，根据不一样的配置，到时候去选择不一样轮毂的一个造型啊。其实我看到刚才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开门了哈。是。开门之前哈，我要给你们去讲一下这个点。来，我把车门打开，看看。对，看到这里没有？这一次的话，也是红旗做到一个无边框的后视镜设计，好不好看？哦，好漂亮，是不是？所以说这次的话，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后视镜设计上面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了无边框的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说，除了它整体的造型非常好看之外，我们在细节之上的话，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细节体验。刚才了解完我们一个外观讲究的是一个东方理序的中和之美、对称之美。现在来到我们这个内饰里的话呢，我们是秋实橙色。那么这一次，刚才我们在直播间里也有了解到，他们有在讲我们这一次的刺绣的座椅，是连珠纹设计，是不是很喜欢？是不是特别？是的，水韵画卷啊，所以这上面的话，圆圆圈圈的哈，会代表咱们一个财源滚滚，是不是哈？这个寓意太好了，我接了，又接一波。包括侧面门板上这里的一个设计的话，是用到了长桥卧波。长桥卧波是的，在上面的话，这样一个音箱的一个设计，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到时候去试驾的话，也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车的这么一个细节。那么除此之外，包括我们侧面这一次的话，我们车上给大家配的丹拿音箱。那么丹拿音箱上面的话，依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这样一个去相呼应我们湖心明月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不管在侧门上的设计，还是我们在整个车内的这样一个设计的话，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中式元素放在这里哈。感受到了，是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大家都在说整体的这个感受的话，你觉得是很帅气、很霸气。当然呢，在安全上的话，红旗也是丝毫不会马虎的。是的，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车装，我们在车间里啊，李军总刚刚提到，我们在车间里有提到它的那个在正常我们再去做底盘盒装。这种车间流线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会进行我们在你全部拧紧的一个阶段的话，30分钟之内我们会进行2次的。再次的一个这个例句的一个这个重新审核，也就是说，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个环节，包括说细到每一个螺丝，大到每一个车门，所以所有的小小一些设计之上的话，我们都要保证我们2次再次去确认。所以为了整台车我们正常的这么一个攻线下线之后的话呢，整个车做到非常非常的避免很多的一些安全的这样一些这个。对，是的，规避掉了非常多的一些非常安心，是的，让我刚刚就说嘛，又让我安心和细节，这是它给我带来最大的一个感受。你看它这个缝隙都非常的均匀，这个缝隙就能够体现出它车的一个密封性和静音性，是的，还有它的安全性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指标。其实到时候再试驾这台车，咱们再真正去感受一下的话，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些功能的话，我们体验一下这款车的一个静谧性，和它的一个静音性。可以。哎，我刚才看到66在那边，是不是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哎，怎么样？嗨，其实也想跟这个葵葵和欣欣致阳也想说一说，刚刚葵葵和欣欣致阳聊得特别开心啊。是的，葵葵是这样，因为刚才呢我在台下等着你们的过程当中，也和我们的工作人员来了解了一下。其实你是一直跟随着我们的红旗 HS6 PHEV 一同这个见证它的啊，从预售一直到上市。你都在啊，所以也想这个跟葵葵来聊一聊啊。刚刚其实你讲解了很多有关于这款车的一些性能，能不能用直观的几个词儿，或者用直观的这个几个特点带出来？我们这个红旗 HS6 PHEV 究竟有什么样的产品特点？这个真难不倒我。你这样啊，咱们来做个游戏吧。啊，咱俩做个游戏。先说俩字儿，最直观的。颜值高，俩字儿，好看。仨字儿太好看。对，其实我们这款车就是首先从外观上来看，长得就舒服。是的，因为你现在看一个人长得好看与否，你得看这个人合不合眼缘儿。我觉得眼缘还是挺重要的哈。首先呢，之前的时候啊，我在直播间里其实有面对了非常非常多一些小伙伴的一些提问，包括我最直观的其实感受到，可能现在直播间还有很多小伙伴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了一个下定。是，其实，在订单上就能体现得出来，大家对这款车的一个认可。对，我之前一直都在跟大家去聊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大家为什么说这款车型的一个上市，包括预售，而且很多客户在盲定的期间的话，其实他直接就甚至说其实实车都没有看到。我刚刚特别直接就定了。感慨的一点是什么？因为我在后面已经看到了我们后台的下定数据。你已经看到了吗？特别精彩。是不是？我都已经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它的下定数据之快了。是，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对于这款车的喜爱程度还是有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和那个欣欣致阳我们在聊哈，说为什么这款车这么招人稀罕，是因为啊，它既这个合理的价位啊，性价比很高，同时里面啥都有。其实我觉得六六你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贵嘛，对不对？买车要讲性价比，对，一定要看啊。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我们这个车的价格，价格行不行？所以刚才公开价格了，大家觉得价格给不给力？给力打到给力，我觉得太行了，因为在我的这个固有的想法当中，这个价格已经算是挺便宜的了。是的啊，我刚刚19.88 22.88万。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到了我们最新的数据了，超过1000组家庭已经下定我们的红旗 HS6 PHEV 了。来，全场得给点掌声吧！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啊！所以就看得出来，我们这款车都不用我们过多介绍。其实，在我们没开播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组家庭下定了啊，后台私信都已经爆了。对的，所以看得出来，在全国乃至于全球，这款车都带来了很大范围程度的影响力。是的，买车要讲性价比啊。第一点，我们刚刚说到了，它价格合适，要讲性价比，性价比高。其实我想说第二点，什么？讲买车要看第二个性价比，要看我们未来的用车成本能不能低。这个就很专业了，它指的是说到的话，就要说到这款车的一个油耗啊。就是其实我们看这个买车，我不太懂那些性能了，但女孩呢，主要就讲，哎呀，你买这车回家必须得给我省钱啊，不行费油。是的，因为这款车的话，我们是分2驱和4驱版本的。对，有2个版本。然后2驱版本的话，在我们的一个工信部的这样一个数据测试之下，100公里油耗5.1个油，那就已经可以了。这么大的一台车，这车很大，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一款能够空间十足，然后装得下很多，就类似于刚刚像那个葵葵讲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对，都装进去了。这么大的一个车才5点多，是的，4驱版才5.9个油。4驱的才5.9，是的，所以说你会发现这台车的一个平均油耗的话，就在5到6个油左右。我找你买车能便宜不？别管了，我也想买上，我也想换一下，因为我心动了，是不是？这太费油。其实这么算下来的话，100公里的一个用车成本就是在1公里的话，才4到5毛钱。哎呦，1公里才4到5毛钱，你算一天你能花上多少钱，是吧？就是哪怕是我觉得上班啊和家比较远的这些用户朋友们，其实这个油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了。是的。那我们很关注啊，其实除了这个油耗之外，其实后续的一些维修保养有没有说大家顾忌的点？在这里，红旗3店终身免费质保。你看看，这就是大品牌的信赖与承诺。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吧，我那个
车就是经常有一些小毛病啊、小异响啊，换个什么那个显示屏啊，在这里不用担心对，就你自己加钱，红旗给您兜底。你合格的代言人是不是？对，这个我们俩不是说这个官方的话啊，所以就是真的是是给到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在这展示了啊。哎，刚刚呢，其实，在欣欣致阳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提到了一个在车里有一个连珠纹的设计。是的，这个设计其实是蛮有巧思的。对，能不能再给大家来展示？因为刚才我没看到，来有请我们的这个摄像老师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我直接进车。我真没，刚才他俩连奶茶都喝上了，我连一杯奶茶都没喝上，有点心动了，是不是？对。其实能不能再让我们的葵葵给我们好好的再来展示一下连珠纹设计体现在哪儿？可以，没有问题啊。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款车子的座椅之上的话，我们这次采用的是这种打孔的一个设计。看到没有？这边的话都是打孔的一个设计，包括中间的这一道的话，我们用到的就是刚才一直所提到的连珠纹的一个设计哈。其实它是在这里的话呢，同时是用到一个刺绣款。那么在我们的每一款车上的话，都能够享受到咱们这样一个座椅的一个体验哈。那其实，在这款的一个连珠纹设计上的话，刚才我们有说到了，它其实是来自于我们敦煌壁画哈。那么包括像连珠纹的话，其实最初的一个体现的话，也是在1500年前的隋朝。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就有这个设计了。就刚刚也提到了，说它是丝绸之路的国际巨星。是的，我觉得这个设计保留到现在，其实是很有中式美学的。对的。哎，我还其实关注到一点是什么呢？整车的设计是双拼色。对。这个很时尚。是的，这次的话，我们内饰的话，一共是有4种颜色，4个颜色选择啊。很多小伙伴其实都在问我们说哪4种？其实它就对应着春夏秋冬。是这么来的。黑色、白色、红色。和橙色，对，这款颜色叫秋实橙，秋天，对对应秋天，对应春华秋实的那个秋实橙色，对，所以这次的话，包括4种的外观的选择和4种内饰选择的话，可以供您去选择，一共组合起来16种组合搭配，而且都不需要加钱。哎，这个还蛮好的啊！是的，我觉得其实你看红旗呢，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车企品牌，红旗的设计也延续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元素。是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前后呼应了啊！对，这个前有古人的设计匠心，后有我们保留传统的设计理念。我觉得这种联合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一个这么大的车企，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传承的理念在。是的，没错，刘刘，我特别认可你说的这句话啊，因为大家都说了，中式的审美，老祖宗的审美才是顶流的，绝对的。所以说，我们红旗这一次的这样一个设计产品的话，包括在侧面，刚才有提到，包括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桥卧波，包括水韵画卷哈，关联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连珠纹的一个设计，其实真正的能够带给大家，在你非常多的一些细节之上，你能够感受到来自咱们中式审美，真的是有在这里面。我们不只是说说而已。对。所以说，当你真的坐在这里面的话，哪怕咱们入手的是标配版本，以上所有的您都可以享受得到。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不用额外再加钱了，对，这个就不需要我们再2次消费了。是的，因为我特别在比如说买东西啊，特别一点是什么呢？尤其咱们女孩子，我买完了这个衣服吧，我觉得不行，我加点配饰。是的，我买完了这个裤子之后不行，我得再选一个高跟鞋。哎，选了过后呢，我再得换顶帽子，再买个包包，一身下来贵了。但是呢，如果当他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配齐了，我觉得红旗这款车就像如此，衣服、鞋、包包、帽子全都有。你还要配啥呀？就不需要你再可能再去那你要缺个媳妇儿，红旗给介绍一个，配上红旗人生满分，是不是？可以的，根本不用愁。是啊，所以就是真的是给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车啊。刚刚其实我也发现了这款车的亮点是在扬声器的设计，叫湖心明月啊。然后刚刚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很多有关于扬声器，我本人啊。其实是听歌比较多的，那这款这个扬声器，我觉得它这个好在，你能不能给我们用最简单，低音好啊，中音好啊，高音好啊？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一次的话，我们采用的是丹拿音箱，而且经过1000多个小时的一个音准调教之后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车内的话，其实大家到时候都可以根据我们车上大屏的车机系统进行一个测试，你可以去调。这个声音一定不是说咱们
开上来之后你直接去用。因为有的家人他们可能喜欢听的是摇滚乐，是的，有的喜欢可能去听现代的或者听古典乐。那么每一种音乐都不一样，你可以去自由的去在我们的车机上进行我们的一个中高低音的设计。这一点特别好，一定要去试哦。因为其实有一些伙伴们啊，他对于音乐有讲究啊。你像我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你这车不行。低音不好，或者有朋友说你这车不行，高音上不去啊。这回呢，自己就可以来调节了。是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设计就非常让大家满意啊。刚刚我还看到了一个什么设计呢？我觉得这车的这个整个的线条，其实带给大家是有一点运动型的，是吧？是的，不光是那种家庭平时出行很这个商务感，也有点运动兼具啊。是的，其实六六，我要告诉你，在这么一个点，刚才说到流线型的，除了腰线之外，上半部分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回字形的设计，也就是毛笔中的那样一个回字形设计。所以我们往中间走，让我们的摄影小哥哥可以给他拉一个全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款车。它真的还蛮好看。回字形的话，会将我们整个这个车的一个流线的话做的非常的轻盈。车体的话没有那么的笨重厚重，但实际上这车真的很大。是的啊，所以也非常感谢葵葵哈带给我们的精彩展示讲解啊，把我们的这个设计语言背后的安全哲学和空间智慧讲的是如此的透彻。我真的是这个经过这样一番零距离的讲解，大家对于这份诚挚相见的分量有了更深的体会，而这份体会呢，也正在转化为不断刷新的订单啊。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大家现在就赶紧下定吧，抓紧时间吧，朋友们，别再等了。哪有那么多纠结的？价格都已经公开了，因为之前的话，他们好多的评论区的家人们都在告诉我说，我想等一等，我想等这个价格公开。我说没有关系。因为好的产品在这里会一直等待着大家，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各位到门店去试驾。我觉得现在应该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也都在我们全国的门店里，已经在等待咱们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公开。公开之后的话，迫不及待要去试驾了，所以赶快拿起手机下定，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啊！一定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几轮的抽奖环节。是的，但是这个抽奖的前提呀，必须是大家得这个下定了这个车，然后你才能够有资格参加到我们后续的抽奖环节。是的，所以说还在预售，就之前在预售期的话，家人们抓紧时间去转大定。因为不知道怎么去操作的话，我们线下所有的小伙伴都在这里等着大家。随时随地的话，联系他们就可以了。对，而且现在观看到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可以如果不会操作的话，稍后呢我们也会教给大家如何的来下定订单，或者啊您就直接别怕红旗电话也都难打啊，没有关系，直接给红旗官方你就打电话。是的，所有小伙伴待命了。对，因为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红旗的同事们，也都等待着大家联系他们。是的，第一现场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这儿等待接听大家的电话，有什么不懂的，或者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红旗工作人员来询问的，抓紧时间也可以拨打红旗的官方热线啊。是的，或者您现在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对，因为我刚才看到评论区好多小伙伴都已经打出来他所在的城市是的和地点了，是不是？其实想说到这么一个点哈，其实我们这台车的话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什么呢？也就是说这款车的续航。啊，续航对，其实我们也挺关心的，因为我们提到了红旗 HS6是 PHEV 的车型啊，所以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在续航表现上它有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程度？这次的话，我们红旗 HS6 PHEV 是全面采用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也是基于了红旗的鸿鹄混动平台上力举之作哈，给大家全新推出的这么一款车型。那么这次车的话，刚才有说到了，我们是有2驱版本和4驱版本。那么不管您买哪一款的话，咱们这个车的话，一共有分3种配置哈，分别是145啊、240、220的4驱版本。那么不管您去选哪一款配置的话，它的一个续航的话，少能跑1300到1400。哇，这么高的话呢，我们正常的官标续航是1650公里。但是，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吧？咱们评论区应该都知道，咱们这个车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还有没有没知道的？这个得赶快宣传一下啊！这个得着重来讲，什么记录？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在11月15日，当时在云南上市的时候，其实当时又给大家公开了这项数据了。红旗 HS6 PHEV 这次的话，突破了吉尼斯超长续航的记录。直接从香格里拉跑到广州，中间零补能的状态下，换人没有停车。全部的油箱封了，没有再增加一滴油，没有再充1次电的情况下的话，跑了2327.343公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不能说可观了，得说可怕了，这个数字啊，就是完全超出了大家对它的一个预期对的，因为其实以前啊，我们在传统固有的这个想法当中来讲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尤其我们东北的朋友，是的，会很怕。对的啊，因为觉得说冬天本来很冷，然后家里又没有这个地库的话，停在外面会更费电吧？其实说到这儿的话，电池。电池又是一项新的技术。因为这次的话，我们红旗的这一款 HS6 PHEV 的电池的话呢，经过了我们各项测试之后的话呢，它是符合咱们的提前符合了明年2026年7月1号新国标的标准。所以说呢，在这一次的一个测试之下，包括了水下的浸泡、耐低温、耐高温，包括在现在，其实我们现在所在的城市长春嘛，我们回到红旗的家乡了。那么红旗这一次的话呢，包括在现在室外的温度能够达到零下20度和零下40度左右，包括在这种低温的极度的环境下的话，第2天正常启动完全没有问题。所以说，无论在哪儿，不受地域、不受温度、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们都是用东北话来说，杠杠的，必须的。对，所以刚刚我们小伙伴也说了，超过1000组家庭的下定，这不是我们几个在这儿一场发布会就能够给大家来展示的，这是我们所有的在背后观看到直播以及全国、全球的亿万家庭给到我们的信任感。是的也让我们觉得这份信赖是我们一直坚持下去的初心那其实为了感谢一下这份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任呢，我们得送上我们的第一波重磅诚挚礼遇了。开始了吗？我都紧张了。要不一会儿你也去下定一台？我已经下定了，准备下定了。你已经准备下定了是吧？所以来吧，感谢葵葵。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福利主理人陈宇，有请。Hello， 六六 ，Hello， 直播间朋友们啊，我又来了啊！帅气的福利推荐官又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又得给大家发福利了。但是为了确保公平公正，我们邀请到了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的公证老师为本场福利抽奖活动做见证。欢迎张爽老师和韩润斌老师，欢迎二位。好的，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了，马上要开启我们第一轮抽奖。在抽奖之前，其实还是像我刚才和葵葵来聊的，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如何下定。是这样啊，朋友们啊。那么我刚才也看评论区，很多朋友也说如何进入到咱们这样一个奖池当中，包括说我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大定。之前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小定。是的。那么现在这样，朋友们来，咱们摄像老师来，麻烦给一个近景来。我帮你抱着行，我先感受一下。来吧，咱们直播间朋友啊，如果说您之前已经完成过小定的各位朋友们，来，您的界面就像小雨手中的这个界面是一样的。朋友们如何来操作？来，跟着我的脚步，咱一步一步来，进到这个界面里来，点击下方的一个去升级按钮，朋友，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一个续航版本，好吧？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选择好它的这样一个颜色配置，再点击下一步，选择好内饰的这样一个颜色，点击下一步。选好之后，朋友们完成配置，直接在这里确认好之后，点击下方的这样一个阅读，朋友们阅读好之后，点击下方的阅读成功。最后的2秒钟、1秒钟，朋友们阅读成功之后，点击同意，在这里支付余下的4000元钱，您就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定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同时你也说完成了咱们红旗 HS6 PHEV 这款车的一个大定，同时朋友们很重要的一点，你已经就进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奖池当中来了。朋友们如果说您之前没有完成小定的朋友，那么六六您教大家一下如何直接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完成这样一个大定，好吧？来吧，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也是刚刚学会的是的，这真是我觉得我不下单都不行这感觉。来给大家也展示一下跟刚刚其实这个陈宇给大家展示的差不多，但我这个是属于直接下定的这个环节大家还是一样，打开红旗智联的 app 然后呢点进去。点击我们的主页面然后点击下方立即订购，对吧，陈宇？是的。点击立即订购，然后选择车型，比如选第一个智混版，然后选择颜色都选好了，选下一步轮毂喜欢什么配饰大家自己来选，然后完成配置
有，那重新吧，陈宇再给。是的，我这好像有点不太那个什么。资金完成配置之后，朋友接着听我说，您就进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也是支付到这样一个定金的一个界面当中来，然后咱们支付完定金之后，完成了这样一个大定，您同时也进入到了我们的一个奖池当中来。来，老师稍微往后一点，谢谢您。同时，朋友们，您还有机会获得小雨手中拿的这样一个咱们华为 Mate Pad 的这样一个咱们给您准备的这样一份小惊喜、小福利。那么我看评论区很多朋友也问了，说这个我订车的话有没有福利？那么这样，咱们再说一下福利啊。刚才呢，丽君总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咱们上市专享的权益6重好礼。那么第一重好礼呢，是我们一个启航礼，您能享受到一个500元定金抵8000元车款，朋友们5000元定金抵扣到8000元的这样一个车款，这很合适了。是的，相当合适，并且我们额外赠送您一个6000元的这样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保险。那么第二种，朋友们智享礼，全系赠送您零重力的尊享副驾240的智混版本和一个220的4驱的智混版本，我们额外的再去赠送给您丹拿16扬影院级的高品质音箱和城市的一个领航辅助。第三重好礼，朋友们静候礼，专享一个100%购置税减免的这样一个兜底政策。第四重护航礼，2年零息金融方案置换补贴。最低6000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6000元起。那么下重好礼呢，是我们一个安心礼，整车终身免费保修、免费救援、免费首保、免费取送的这样一个服务。这个点太好了，全都是免费的。那么还有最后一种好礼，朋友们，流量好礼，首年流量不限量。哎呦，这个太棒！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车机系统呢，其实有很多也需要流量的部分啊。这个首年不限量的这个太让我们心动了啊！是的，所以呢，大家心动不如行动。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第一轮福利抽奖啦！是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想获得小雨手中拿的这样一份幸运的话，来，请将“幸运”2个字打到下方的公屏之上。我们马上开启第一轮，屏幕滚动起来！来吧，有请我们大屏滚动，来，3、2、1，停！好，看一看你的名字有没有上榜啊？是的。来，我们接着下一轮滚动，开始。好，3、2、1，停！哇，来，朋友们，恭喜以上20位朋友！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您来看一下。来，我们马上开启下一轮的这样一个抽奖。接着滚动。是的。好，3、2、1，停。我们这一轮将会抽取六次啊，6次滚动，所以我们已经抽取了3次了，是吧？还有3次啊，来，接着滚动。来吧。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都参与进来啊，赶紧下订单，还能赢华为 Mate Pad， 多好的事儿！没大订的抓紧时间。好，感谢以上的20位各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是的，接下来继续滚动。继续，来，3、2、1，停。感谢啊！感谢以上的20组家庭获得了我们的华为 Mate Pad 平板啊！是的，来，我们本轮的最后一次滚动，最后一次开启，3、2、1，停。好的，哇，是的，恭喜以上的120位幸运的家人朋友们，您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收到红旗的官方通知。更重要的是，所有已经下定但暂未获得这份幸运的家人朋友们，您将自动进入下一轮的奖池。是的，下一轮我们将会选取并送出100台的华为 Mate Pad。机会的窗口正在收窄，幸运总额呢也在不断的减少，所以此刻下定就是您抢占先机的好时刻。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产品解构官葵葵，打开下一个新世界，看看红旗 HS6 PHEV 如何重新定义家庭出行的空间想象力。好的。刚才的话，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了这款车的一个外观和它的一个内饰的这样一个中式设计审美哈。那我想问一下啊，欣欣、志阳，咱们2位的话，你们在买车上对空间有什么要求？我希望它不光只是一个简单的5座车，因为以后会有小孩的话，我希望它不光是5座车，还能是一个小孩的小型的一个游乐园，它空间得足够大。是啊。
看来已经提上日程了。对，快了。所以说呢，马上快了。家用的时候的话，可能更多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空间了，对吧？那么随我一步到咱们这款车，带大家来感受一下哈。那么刚才的话，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刚才前车头的一个设计了哈。车头的话，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高山飞瀑中流砥柱这样一个设计的话，前车头的车头灯用到的是一个龙形前大灯。那么来到这个尾巴，感受一下，看看这个像什么？凤凰，对，像凤凰，是不是？凤凰的尾巴，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用到了龙首凤尾，这款尾灯叫凤翎尾灯。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中式美学又来了，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设计寓意放在这里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款车的空间，我觉得可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吧，展现。整个这款车用到了我们是一个电动后尾门的设计哈，然后现在的话是将我们的第2排座椅直接纯平放倒。那么现在整个的一个空间能够高达1977升，相当于同时能放31个20寸登机行李箱那么大。但是呢，把我们整个的一个座椅我们可以再立起来哈，所以说当我们正常的进行一个放倒和一个回正的时候，全部的侧面的电动按钮一键就可以去调节。它立起来也是空间非常的大。是的，立起来之后的话，我们能获得503升的这样一个储物空间，也就是相当于同时能够放11个20寸登机行李箱那么大。还不够，上面的空间大，那么我们拉开盖板之后，下面还有空间，是不是？所以说这很能装啊！是的，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储物空间的话，在我们第2排放倒之后，包括我们正常的一个后备箱，其实家用来说完全足够，完全足够，是不是？太足够了。那么我觉得2位好像已经迫不及待了，咱们坐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哇塞，好养眼哦！有1.8米的个子，这上面还有这么高的空间。是的。啊，而且这边上是做了软包吧？是的。那这样以后有小朋友在里面玩，我们也不用担心他会磕着碰着。而且我们家是有5条小狗狗的。5条吗？对，这么多。我觉得这个我已经坐在这能感受到了，就是我们俩可以露营，带着狗狗。对，然后我们可以躺在这儿，把这个铺平，然后放个充气垫子。哇塞，露营自由又很浪漫，还可以看星空。是的。所以太美好了。刚才的话，其实你们2位都有提到咱们这个点哈。首先第一个点的话，我们整个的一个车内设计的话是软材质包裹的，所以在不论是咱们正常摸起来手感，包括家里有小宝宝的话情况的话，摸上去的话，你会感觉它的一个舒适度是非常的高的，而且不会担心，比如说不小心磕到碰倒。包括刚才还所说的第2排座椅全部电动的调节去放倒，很贴心。对，去回正，哪怕说我们的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在这儿操作的话，也不需要担心，就你说你按一下就可以了，是的，非常的方便。那么刚才我听说咱们家里现在是有5只小狗狗，是不是？那么这一次的话，也想给大家去介绍一下，也就是红旗 HS6 PHEV 这款车的话呢，我们新增了多种的场景模式，比如咱们像刚刚所提到的宠物，因为正常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个人也在养宠物，还有宠物模式，宠物放在这个车里的话，如果这个车内的话，正常情况下你要开窗。是的，是的，是的，不然的话你不敢把它带出来。对啊。但是这一次的话，红旗 HS6 PHEV 上的话是新增了一个宠物模式。哇塞！所以当你开启的时候呢，那全部的车窗正常关闭，而且我们整个车全部落锁之后，车的屏幕上会显示出来，投放出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动画一样的，然后会告诉大家，告诉外部的通过车窗你能够看得到，我的主人已经外出，马上就要回来，当前车内的温度是多少多少摄氏度，非常贴心，也不用担心别人会不会担心。对，很实用，是不是？非常的方便。那么刚刚还说到一个点，露营。那么这次的话，我们新增了一个露营模式，同时支持6000瓦的外放电功能。哦，那这个很实用，非常实用。这个是的，拍照也是可以，因为它有电。对，打光。是的，考虑到了平时我们需要去补光，对不对？包括去联系插线板啊之类的，这些的话我们都支持外放电的功能。是的。所以说这次的话，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露营模式嘛，露营，我们必须得有大天窗。对，这次看对有没有低头看到？里面我们这个天窗的设计的话，整个的一个尺寸的话是能够到达1.38平，近达1.4平了。然后整个的尺寸长达1.4，然后宽的话要近达1米的一个尺寸。所以整个的一个大天窗的设计的话，在这一次不仅是单是一块玻璃，我觉得2位咱们之前咱们在考虑买车的时候，可能也有在试驾过。想必的话，可能有看到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车的话，其实大天窗的设计它并不是说只有红旗有，很多车都有，但是呢，很多的天窗呢，它只是单纯的一块天窗。
那么后期的话，如果说我们考虑到夏天会暴晒啊这种情况，可能你们后期要自己去买一些遮阳帘儿。但是在这里的话，红旗也考虑到这个点了，那我们给大家增配到了电动遮阳帘。而且这台车的话，不管你买哪个配置，我们都有这个功能。全景大天窗还能做开启。然后如果到我们秋高气爽，你比如说我们夏天或秋天凉爽的时候的话，我们整个一个天窗可以打开。然后也可以关上，可以把遮阳帘也拉上，所以不用再担心。包括我觉得欣欣，你平时出来的时候得做防晒吧，是不是啊？因为要经常出镜，包括我觉得志阳，肯定你们2位都是啊，因为涉及到出镜，会更加的在意咱们自己的一个这样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防护。所以我们整个天窗的话，能够高达98.5%的紫外线防护。哇！所以在这里的话，再加上遮阳帘，咱们不管是物理防晒还是涂防晒霜，没问题。都可以，是不是？做到位了，太贴心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设计点，它不再是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真正的会贴合到我们生活里的用车场景之下，带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是不是？那我觉得2位咱们再移步到车内，我们去感受一下这款车的一个车内。看一看。好的，好的。来，谢谢志阳帮我们关一下后备箱啊。其实刚才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款车的一个外观设计和一个内饰的设计。那么接下来的话，我邀请2位咱们上车谈，好不好？咱们上车来感受一下。哇，好干净。其实坐在这台车里感觉怎么样？哎呀，首先坐太舒服了，舒服是不是？其实在这一次的我们整个大沙发坐上，其实我们这次的话也是带这种记忆的，所以说你在坐上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座位的话，它虽然不是特别硬啊，它会带那种因为不知道家里有没有用过那种记忆床垫的那种感觉。其实这一次整个的车的话是有给大家去升级到这样的一个座椅的一个回弹的这样一个性能。其实来到这款车里哈，我想邀请2位，咱们等到正式提了车之后，去试驾也好，去开它也好，用你的五官去试驾去开它。五官是五官，首先第一个用你的眼睛去感受它。看已经看了，非常好看。对，已经看到了。其实刚才我看到你们其实已经注意到了，咱们前面中控台之上的话有个湖心明月的中置扬声器，看到没有？看到。真的宛如是半轮明月缓缓地升在湖水之上。大家都说中式的审美讲究的不是说把话说的特别圆满，一定说一半留一半，叫留白。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讲究的是一种腼腆。这个刚才也说到了，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能够带给大家的这种中式的审美的话，也涉及到了我们一个中控台之上湖心明月的这样一个扬声器的一个设计哈。其实包括我们在大屏之下的话，其实这个出风口的设计也是很有讲究的，看到没有？对，这个设计的话叫叠石离水。宛如一块小石头缓缓地投到我们湖水中间，层层泛起了一个涟漪，好有意境啊！所以在这里的话，也是讲究我们中式的这样一个苏州园林的一个设计审美，也放到咱们一个中央出风口上面了。是的，非常的好看啊！其实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啊，我们呢现在已经给到大家拍到了，我看你们2位刚刚一直在调节我们这个大屏，这一次的车机系统感觉怎么样？很丝滑，是不是？对。那这次的话，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双15.6寸的2.5K 的高清大屏，搭载的是高通8295P 车规级5纳米芯片。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大家再去体验我们整个的一个功能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操作非常的灵敏。是的。刚才说到用眼睛去看，第2点就是要用手去摸、去触碰、去感受一下。包括刚才其实我们在王莹和溜溜哥的直播间的话，也有看到他们在测试我们的这样一个思南智驾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整车有带给大家的是采用的卓越的3目惯导系统，也就是我们现在上方的这个后视镜的前端啊，我们带了3个摄像头，3目惯导也是用到了卓越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系统。所以当我们未来在城市，对，在后面，在外部，你们在外面能够看得到，对，3个摄像头，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中远镜3个镜头，它可以提前去预判我们的一个路况，再将我们的路况回传到我们的车机里，然后会做到我们一个数据回传，并且进行一个反应。包括刚才看到他们现在已经在刚才在门口的马路上进行一个这个转盘的一个路测，包括我们在堵车的情况下的话，用到这样一个支架的话，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它这2块大屏的话，首先的话也是有考虑到我们要去主驾驶的驾驶人员的这样一个驾驶体验，以及考虑到副驾驶乘坐起来的一个舒适体验，都给大家去做到了。所以在这里的话呢，也是给到大家安排上了这款的一个支架，到时候去感受一下。好，那其实在前排的话，咱们也都看到了，这功能非常多哈。其实这车里的话，我看你们刚刚已经打开了好多那个储物空间了，是不是？
这里就有，这边有一个，是不是？是的，整个下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找一找看还有多少？哎，这个是可以。哦，这个有暗藏玄机，这个可以挂一些水杯。是的，买奶茶什么都可以放在那里。而且这边有一个空啊，这边可以放我的包包哎。对的，放换的鞋啊什么的都可以。鞋啊包都可以放，那真的是很能装。比如像女生一些化妆品、口红，是不是？哎，这里还有一个。对，那个的话可以放我们的那个驾驶证或者是眼镜，哎，都可以放到那里。方便。它整个车内的话，就是说豪宅要有800库，车内有31处的。百宝格储物空间是，所以说就不用担心我们东西多的话，咱们也有地儿放。包括我们现在我所做的这个后排空间啊，刚才咱们2位已经看到了，车上的话冷暖箱配备的，2度到50度的温度调节，其实是直接给大家去安排上了。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想让欣欣再体验一个功能，欣欣把你的手放到你的右下角，按一下。哦，哇塞，怎么样？啊，这个好舒服啊！是的，这个的话就是咱们这次的零。哇，我腿被抬起来了，是不是？就宛如在太空里失重的这种感觉。所以当你在坐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其实也要称为女王副驾，非常的舒服。女王副驾，女王副驾，那以后坐你的女王副驾，我做你的专属司机。哎呦，太浪漫，我又被秀到了。突然之间一下，咱们直接开去拉萨。是的，咱们也测试一下它续航怎么样？对。哎，我刚刚看六六、陈宇已经准备好了，说要送福利了，是不是？哇塞，期待啊！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六六，好，我们看看他们要抽大奖了。好，来吧，六六。好的，感谢回馈欣欣和志阳啊，怎么样？红旗 HS6 PHEV 的车内空间，大家还满意吗？满意的家人们别忘了，你们的订单正在为您锁定第2轮的福利大放送啊！那现在我们的福利主理人陈宇也来到了我的身边，也给大家带来第2波的幸运风暴。家人们、朋友们，心动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啊！第2轮100台华为 Mate 福利，朋友们就是它，已经在我手中，即将来发送给您。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幸运的机遇啊正在发生着变化。目前啊，朋友们，我们的订单数量正在持续的飙升。是的，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那么第3轮将只剩下最后多少台了？80台了，朋友们。但是现在如果说您进行一个大定的话，还有多少个？180台的这样一个机会，朋友们，抓住当下，锁定订单。那么朋友们啊，咱们如果说您还没进行大定的话，或者说您之前进行过小定的话呢，那么来，又开始了，我再教您如何进行操作一下。来，麻烦咱们摄像老师来。朋友们，进入到你小定的这样一个界面当中啊，然后动动您发财的小手，跟着小雨来操作一下，点击下方的这样一个去升级按钮，选择你所喜欢的那样一个咱们续航里程的一个配置。朋友们，选好之后点击下一步，选好颜色，点击下一步，选好这样一个配置，点击下一步，选好车内的颜色，再点击下一步之后，朋友们完成配置之后，直接锁定到我们的这样一个订单。支付完我们这样一个订单的尾款之后，朋友们，您就成功的完成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定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并且来说，朋友们，您就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这样一个，哎，我来。这就可以进入到华为 Mate Pad Air 的这样一个抽奖的环节当中来了。如果说朋友们您还没有进行这样一个大定的话呢，六六，那么再教朋友们一下，好不好？对，我也再教给大家一下啊。如果您还没有小定的话，直接来下大订单啊。到底应该怎么做啊？我先先教大家来这个弄一波啊！是的，朋友，陈宇跟我一起来吧，来吧。对，我怕因为我这个也出错，没教明白大家啊。来吧，朋友。首先点击我们的全新上市的 HS6 PHEV 起新上市的这个页面啊。与此同时，点击下方的立即订购，哎，立即订购，朋友。然后啊，随便选择一个，然后选择颜色，选择车顶是什么？点击下一步，点击下一步，选好配置之后，然后再点击下一步，轮毂，选择好内饰的一个颜色。对，我选一个，看看喜欢什么颜色。橙色，就刚刚那个橙色还蛮好看的。是的，点击下一步，点击下一步啊，然后完成配置。是的，朋友，完成配置之后。您进入到这个店面，直接点击提交订单，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大定。朋友们，是的，您完成大定之后啊，朋友们，再跟您说一下，现在如果说您完成大定的话，还有180台的这样一个华为 Mate Pad 在等着您。如果说您这轮我们抽奖结束之后，您再进行这样一个大定的话，那么抱歉了。
不行了，仅剩最后80台了。你就这100台机会给别人了。主要是80台那不好，太少了。是的，那为什么说咱有180台的机会，咱不抓紧点时间呢？对吧，朋友们。所以说还没有大定的朋友，如果说您之前进行过小定的了，帮我拿一下，谢谢。之前朋友您进行过小定的朋友，还没进入到我们大定的朋友，还没进入到大定的这些朋友们，来听听陈宇是怎么说的。再跟着我来操作一下，朋友们来，再教各位朋友一下啊。咱们进入到这样一个订单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来，朋友们，这个界面看到了吗？然后我们继续点击去升级，选择好你所喜欢的这样一个续航的这样一个配置，选择好之后直接选择颜色，点击下一步，选择轮毂的配置，点击下一步，选择内饰的颜色，点击下一步之后完成配置。朋友，您就已经点击下方支付，您就已经从小定直接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定的环节当中来了。完成车型的这样一个大定之后，朋友们，您不仅说有机会来获得我们华为 Mate 这样一个超级好的这样一个 Pad，我们去送给您。同时来说，朋友们，180台的这样一个机会，您不抓紧，机会就落到别人手中了。转瞬即逝，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第2轮的福利啊，来吧，大家要开始准备好了吗？啊，是的。我们这样还回到刚才抽奖的那个界面啊，是的，来吧，让我们的大屏幕先滚动起来，来吧，对，大屏幕滚动起来吧，大屏幕先来滚动起来，朋友们。哎，其实这样啊，因为陈宇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已经有超过1000组的家庭来下定了，所以这1000组的家庭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晚啊这么多的华为 Mate Pad 的抽奖活动当中来。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组家庭的名字。是的，今天晚上最后的180台究竟会花落谁家？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那这个点我觉得还没有下定的朋友们，你赶紧下定决心下定吧。朋友们，4个字，抓紧时间，再来4个字，马上开奖，再来4个字，想要它吗？要它的话，抓紧吧，朋友，好吧，来吧，大屏幕。你这个一把好手啊！来吧，大屏幕滚动起来，来帮我切一下我们大屏幕，好吧？那接下来就话不多说了啊，话不多说了，赶快来抽出我们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这100台，是的，对吧？100台我们将会分5次来滚动啊，给大家抽出来。那来吧，首先第1次滚动开始了，来，3、2、1，停。好，我们工作人员相对了也记录一下啊。是的，恭喜以上的20位获得了我们的华为 Mate Pad 啊！来，接下来继续滚动。来，第2次，来，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倒计时，3、2、1，停。好，恭喜以上的20位啊！来，接着来，有请大屏幕继续滚动。是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为这个有车买，还有平板拿，是的，是个好事。那么如果说朋友们咱们想获得这样一份小幸运的话啊，请将咱们“幸运”2个字打到下方的公屏之上，来吧。啊，来，这一轮有点长了，停。好，恭喜以上的20位，接下来还有2次吧？还有2次，是吧？还有2次抽奖啊！好，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次滚动开始。是的，来吧，开始滚动起来。好，3、2、1，停。好，可以啊。咱们这样吧，六六，咱们可不可以把咱们最后的这20个名额，就本轮最后20个名额，你要自己给？我还想给没有进入到奖池的朋友们一个机会，好不好？我寻思你自己要密现在。不，我想这样一个机会啊，给到更多的朋友们。行啊，来吧。我们再等大家一会儿，是不是啊？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吧，今天晚上很多朋友其实，在不断的犹豫当中啊。现在如果在犹豫的朋友们，千万你不能这么做了，平板在等着你呢。是的，这平板抓紧时间，也不少钱呢。哎，这一次这个我们红旗呢，真是掏了很多的，就是说下了血本了，给大家这么多的超多福利啊。是的，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心动，也是对大家对于我们信赖最好的回应啊！是的，那大家现在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下定界面，来下定我们的红旗 HS6 PHEV。来吧，那最后一次抽，我们就抽一下吧。来吧，大屏幕我们滚动起来。来，滚动。是的，这一轮多给朋友们几秒钟时间，咱们倒数5个数，好吧？好，可以。来吧，5、4、3、2、1，停。好，
感谢，恭喜啊！恭喜以上的这100位家人幸运眷顾行动派啊！是的，如果家人们还没有这个幸运眷顾到你的话，也不要着急啊，千万别气馁，也别走开。我们稍后啊，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啊，还有最后一次的福利大放送。务必大家要把握住啊！其实我们也想跟这个陈宇来聊聊天儿啊，因为陈宇今天晚上一直充当的角色是福利见证官啊。我想问一下陈宇，今天也想简单的对你进行一个采访啊。在你平时的工作当中，如果你真的想要客户立刻下这个订单的话，你会怎么去说？来，给你1分钟的展示时间，开始。来吧，朋友们，考验我。来吧，朋友们啊，咱们现在啊已经小订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已经之前交过1000元钱，朋友们还没有进入到大订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来的朋友们，那么小雨真要劝您抓紧时间了。在这里，如果说您完成大订的话，咱本场直播还有大概我看一下啊，朋友们大概不到10分钟时间就要结束，还有大概最后7、8分钟时间。如果说您没抓紧这7、8分钟时间，朋友们，我们无法给您省下来这3000块钱。朋友们，3000多块钱是什么钱？朋友们，300台的咱们一个 Mate， 朋友们是它对吧？总价值将近100万的这样一个好礼，我们已经给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并且来说咱们已经送出来大半了，对吧？所以说朋友们还有最后的这样一个80台的机会，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到讲师当中来的，抓紧时间完成下定吧。朋友们，他叫陈宇啊，那个领导们给他升职加薪，真的我们红旗的每一位，我们的不仅用户啊，对于我们红旗的信赖是源自于内心的信任。与此同时呢，这也离不开我们红旗从上到下每一位从领导到员工的不断努力和奋进，才铸就了我们红旗精神啊。所以我觉得这份精神很难得啊。来吧，那接下来也要请上我们的放羊的欣欣夫妇，还有我们的葵葵老师，有请。今天其实这场我们的红旗 HS6 PHEV 的上市发布会啊，我们的这个欣欣夫妇啊，还有葵葵、陈宇啊，我们都是共同见证下来的。其实很多朋友呢一路走下来有很多的感受。欣欣怎么样？今天这场这个发布直播有什么样的体会吗？我是觉得今天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然后整体就是除了惊喜以外呢，又感觉这一程来的特别的值啊，然后又是能感受到是又就非常的实在，然后又能够感受到这种细节，以及这种大气，包括刚刚在这个抽奖的时候，我也是在下面一直很激动，我也参与了抽奖。这个欣欣也想着说，因为欣欣刚才是下定了啊，所以欣欣也想着说，有你名吗？一会儿管你要一台，一会儿这个我们领导再给你私下放送一台啊，来吧，那志阳也谈一谈好吗？志阳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超乎我的预期，真的不光是从它的图纸设计到精雕细琢，到它的超大空间，还是31处的这个储物格，真的能实打实的感受到这个红旗是真正懂得我们这种家庭用户实在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的。是的，所以说啊，真的看出来红旗的每一款车的整个的研究设计其实是独具匠心的啊。我们刚才跟葵葵聊了很久啊，葵葵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的预售到上市发布，葵葵一直伴随啊，一路走来什么心情，什么想法？我觉得啊，订单直接说明一切。就是大家的行动力是吧？因为这款车从研发上市到现在的正式上市之后的话，其实它可以通过我们所有的小伙伴订车之后的一个反馈啊，包括对试驾的一个反馈的话，能够感受到这一次的话，确实是吸取了之前所有大家给我们红旗提到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是的，大家都有在好好采纳，包括我们的设计团队、研发团队。所以说这款车的话，可以说高山流水觅知音，这款车永远都在这里等待着我们屏幕前所有懂它的那个人开上红旗，驰骋在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之上。所以真的是啊，葵葵呢其实是一路走来最有心路历程和感受的啊，所以一路陪着这个红旗，我们从预售到上市，整个内心还是很骄傲和自豪的。是的，我觉得作为家里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好像看见了自己引以为傲、骄傲的东西，终于是的，非常的自豪啊！和大家见面，我们也感觉很骄傲啊！来吧，那陈
陈宇，你也谈谈感受呗，是不是？你给大家来聊一聊，你是今天站在这样一场红旗的上市发布直播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感受？其实，在这样一个直播间当中，首先非常荣幸啊，能参与到咱们这样一个车型的一个上市。那么之前也跟咱们直播间朋友说了，说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您能见到小雨的面孔，那么就证明小雨来给您送福利来了，小雨给您来进行这样一个抽奖来了。那么同时呢，咱们也祝贺啊，咱们所有已经完成大定的朋友们。同时，如果说您未完成我们红旗 HS6 PHEV 的这样一个车型大定的话，朋友们，咱们现在还有机会来进行咱们这样一个大定。同时来说，朋友，您现在大定的话，不仅说有机会获得小雨手中拿的这样一个华为的 MatePad， 同时还有6重的好礼，我们一并都给您来准备好了。这是实打实的，咱们在为喜欢红旗 HS 的朋友们，在为您在省钱呢，对吧，朋友们？所以说，您现在真的是要心动，立马就要来行动起来了。再不行动，朋友们，本场直播我看一下，不到几分钟结束了，抓紧时间吧，朋友们，好不好？可不嘛，所以呢，接着我们其实还有最后一轮的最终极风暴啊，是的，所以赶在这之前，大家赶紧进到我们的下订单的页面啊，赶快来加入到我们今晚最后一轮的抽奖活动了。我觉得其实我们几个站在这儿啊，不光是想跟大家来介绍，还有体验。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能够信赖我们，然后我们也能够还给大家这份信任。我觉得这个是最终极的目的啊！来吧，那陈宇，是不是最后一轮得开启了？家人们、朋友们，终极幸运时刻，它已经到来了。是的。并且来说，这是今晚啊，朋友们最后的咱们80台华为 MatePad 这样一个机会了。错过，朋友们真的没有机会了。所以说，您还没有进行大定的朋友，那么再给您一个时间，再给您一段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来完成咱们红旗 HS6 PHEV 这款车的一个大定环节当中来，好不好？好。那么如果说您刚刚成为咱们 HS6 PHEV 的这样一个车主，包括我们的像欣欣和志阳，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就位了。那么现在咱们就请欣欣和志阳为他们先为大家来解锁这样一个终极好运。来吧，屏幕请滚动起来！来，先让大屏幕滚动一会儿，是不是？我们先让这个氛围啊烘托在这儿。是的。然后大家呢，如果还想加入进来的话，我们后台还能继续啊。我们名单因为现在啊全部满儿，所有红旗的同事们，各个岗位、各个环节的人没有一点松懈啊。所以大家呢，赶快下定订单，然后加入到我们这最后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啊，一定会是一个完美的 happy ending 啊。所以希望各位朋友最后能够留下一个圆满的不光啊买车很心仪，送给大家的这个奖品也要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是的，朋友。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抽奖了，那有请欣欣志阳给大家来抽出第一次吧。倒数3秒，好不好？来，3、2、1，停。好的，恭喜以上20位，恭喜！来，我们最后一轮还有3次抽奖机会啊。那下一轮葵葵来，好，我来，来吧，滚动起来吧，来，大屏幕滚动起来，来，3、2、1，停。好，恭喜以上20位啊！所以呢，我们已经还剩最后的2次抽奖了。是的，朋友，剩余不多，赶快。赶紧下单啊！抓紧时间，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进行下单、进行大定的话，还是一样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奖池当中来的。再给朋友们10秒钟时间，好吧？好，来吧，大屏幕边滚动，我们边给朋友们这样一个10秒钟的时间，来进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定的这样一个奖池当中来。来，大屏幕，咱们边滚动边倒计时，到我这儿必须整点不一样的，朋友们，10秒钟时间，咱们倒数10个数，好不好？哎，我觉得陈宇啊，真的。这个红旗必须给你升职加薪，合格的这个福利推荐官，你是也是希望把这样一份幸运吧，能带给更多，包括说后进入到我们奖池当中的这样一个朋友们，来吧，最后10秒钟，10、9、8、7，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等啥呢？抓紧时间好不好？进入到我们大定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来，快点吧，给我急死了！5、4，最后4个数，朋友们，咱们一起来，3、2、1。停，好，恭喜以上20位，来吧，最终极的
最后一轮了，这完完全全是我们本场发布直播最后一轮送出我们的终极大奖了啊！是的，所以呢，让我们几位一同吧，因为也是共同见证了这场发布直播，所以我们一同抽出本场直播的最后一组幸运家庭啊！有请大屏幕滚动起来，有请，来。我们一起喊3、2、1，好不好？好，不卖关子了，咱们直接来吧。好，来，一起来，3、2、1，停！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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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再次恭喜咱们80位获得我们这样一个终极幸运的朋友们。那么没中奖的各位家人朋友们，咱也别遗憾，你们的订单享受上市6重的这样一个厚礼，我们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并且来说这份诚意从来都不打折。所以说还没有下定的各位朋友们，现在咱们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红旗智联的这样一个 app 来进行下定。虽然说我们的这样一个福利抽奖已经结束了，但是启航礼、智享礼这些专属的权益我们都给您准备好了，权益还在，早买早享受这份国潮家庭座驾。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再次请出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的公证老师，对本场福利放送做出公证。下面宣读公证词。根据一汽红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申请，受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的指派，我们对2025年12月16日举办的红旗 HS6 PHEV 上市发布会线上抽奖活动进行了现场监督。经审查和现场监督，本次活动使用的开奖软件运行正常，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中奖结果真实有效。吉林省长春市信维公证处公证员张爽、韩润兵，2025年12月16日宣读完毕。好的，感谢我们的公证处的各位老师们啊，家人们，今晚的红旗 HS6 PHEV 上市直播圆满落幕了。感谢2个小时的陪伴，从设计里的东方美学、F1级测试的校对，到0.1毫米精工和大空间，我们把满满的诚意全部交给了大家。已下定的家人朋友们，静待爱车的奔赴；未下定的朋友们，上市6重礼仍在等你。愿红旗 HS6 PHEV 陪伴每个家庭，一路畅行，事事圆满。我们下次再见。你好，红旗，先送孩子上学，再去公司上班，顺便路上买杯咖啡。没问题，马上安排。天气好热，已为您将空调调至18度，并关闭车窗。打开这个。你好，红旗。你好，红旗。你好，红旗。后排你说，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海水呈现蓝色的核心原因是。当我播放青蛇和白蛇的动画片，我们一起看电影吧。给我讲一个美丽公主的故事。在一个无比繁华的王国里，诞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周末自驾游，帮我安排行程。
你好，红旗，打开抖音。打开小气模式。你好，红旗，先送孩子上学，再去公司上班，顺便路上买杯咖啡。没问题，马上安排。天气好热，已为您将空调调至18度，并关闭车窗。打开这个。你好，红旗。你好，红旗。你好，红旗。后排你说，为什么海水是蓝色的？海水呈现蓝色的核心原因是。当我播放青蛇和白蛇的动画片，我们一起看电影吧。给我讲一个美丽公主的故事。在一个无比繁华的王国里，诞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周末自驾游，帮我安排行程。